宝姐新剧一开播就一家5口穿越古代，谁知哥哥却以为这里是景区的大型剧本杀。啥是剧本杀？哎呀，剧本杀你都不知道？你杀过啊？我没杀。真好，哎，看到几个人还没缓过神来，就看到不远处告示栏贴着的通缉令。挺好玩的，你看看这好好啊！这小技巧，街舞真的，这字儿念啥玩意儿啊？阿姐，喂。殊不知下一秒，通缉令上的罪犯就朝着他们走了过来。长相像，哎呦是像啊，真像啊！人在剧本杀里就不叫演员，人就叫 NPC。紧接着后面就传出了官兵抓人的消息，罪犯一听撒腿就跑，官兵则是紧随其后。过去太好了，这真实，太真实的。哎呦，我的看人家这表演啊！哎呀，我咋觉得不对劲呢？哎，你们都没玩过这游戏，谁敏感了？人眼能真的太好了，假的吗？就这钱，分次酱。哎，兄弟，下班了。谁知对方竟然没有了呼吸，吓得沈公才差点尿裤子。紧接着死者就被官兵的人拖了回去。这不是剧本杀，这不是个游戏吗？这怎么回事啊？这啥呀？这不是吗？不是我，我们是穿越了吧？原来就在2个月前，沈季菜为帮自己的沈家小饭馆宣传，特地写了一个回到古代给祖宗做东西吃的剧本。为了这几期的视频，他可是连读研时给网红公司写稿的积蓄都拿了出来，可谓是费尽全力也要带火家里的小饭馆。于是，一家人扮成了古代人的样子，找到了沈家祖宅，也是现在很火的网红景点云水苑。先是对着自己的老祖宗拜上一拜，希望老祖宗能帮忙保佑沈家饭馆经营转好，起死回生。谁知就在沈季菜准备出去抓个扮演老祖宗的壮丁时，一名神秘的黑衣男子引起了他的注意，于是他便顺着黑衣男的去向追了过去，没想到却意外闯进了云水苑的后院。谁知等他打开门一看，才发现外面竟是一片门庭若市的场景。云水苑后门外头不是山吗？这怎么回事？于是他再次开门确认，依然是那个热闹的场景，吓得他赶紧关紧了房门。可就在这时，院中却突然出现一团迷雾，飞快地向着沈季菜的方向袭来，吓得他赶紧就开门向外跑去。然而就当他回头的那一刹那，刚才的云水苑竟然瞬间消失不见。就在他不知所措时，爸爸妈妈、哥哥、小侄女突然叫住了他。了解后才知道，他们也是被那团迷雾引到了这里。而在得知自己穿越后，妈妈用手中的金戒指，好不容易在附近的客栈中租了一个房间。经过家庭会议讨论，他们一致认为云水苑是穿越回去的关键线索。于是第二天，妈妈又想拿着手上的金镯子想要贿赂。老娘不信行贿，也要闯京兆少尹置办的府邸，是何用意？别激动，别激动，我阿娘她得了癔症，我这就带她回家。于是他们不得不再次开启家庭会议，可始终都找不到混进云水苑的方法，而桌上饼也变得越来越少。恐怕再这样下去，他们马上就要弹尽粮绝了。还好季菜已经向店家打听到祖宗灵验即将上任京兆少尹的消息，瞬间让大家有了坚持下去的希望。于是他们一商量，打算先做点小吃来等着老祖宗的出现。谁知就在开业的第一天，他们用拍卖形式来拍卖煎饼果子的一幕，就引起了老祖宗灵验的注意。唉，荒台世家，若是告到世上，可就不是件小事了。这时沈爸爸忽然发现眼前之人像极了那天祠堂里叩拜的老祖宗。我叫沈建设，今日得见，三生有幸啊，三生有幸啊！你这个强占，不敬！我的，我错，知道错了就好。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恢复正常世家，绝不再分。好，你说什么事情？与此同时，为了第一时间引起老祖宗的注意，季菜故意带着侄女把煎饼果子摊摆在了云水苑的门口，恰好遇到了前来上任的林燕。激动万分的他急匆匆的就要向林燕方向跑去。小心！其实你是我的未婚夫。阿姐，你是不是疯了？这可是祖宗！你爷爷讲祖宗故事的时候说，他入赘咱家之前还有过婚约。他倒是没说，但我妈爱看那些言情小说里不都这么写吗？那种冷酷霸总必有一个神秘未婚妻，这是标配啊！季菜万不得已只得撒下弥天大谎来拯救家人，没想到老祖宗十分谨慎，竟一点也不相信。于是我知道你的真实身份，青阳崔澈。原来就在不久前，季菜为了接近老祖宗太过莽撞，刚见面就给了老祖宗一个煎饼果子面膜。民女沈韶光家中在聚贤巷摆摊，听闻少尹上任，担心一路上没吃好，特来为少尹做煎饼果子，送饼上门。你这都送饼上脸了，你懂？你就是沈韶光。本以为自己已经在长安城出了名，
或许还有烙饼西施的美称。殊不知竟是哥哥一个嘴瓢就让季菜在老祖宗面前颜面尽失。我妹妹沈长光全是他出的主意，他说搞一个竞拍，然后大家大赚一笔。这开局就给老祖宗留下了不好的印象。季菜决定更加努力，每天在老祖宗面前晃悠，就不信吸引不到老祖宗的注意。然而他低估了老祖宗对煎饼果子的抵抗力，即便他每天换着花样把煎饼果子做成了各种味道，都没能获得老祖宗的一个眼神。他不得不使出营销手段中的杀手锏，我就不信了，他还能躲过霸王餐的诱惑。于是他把宣传页贴成了纸飞机，一个个的全都飞进了老祖宗的院子里。谁知老祖宗并没有对煎饼果子产生兴趣，反而对沈家这一家人产生了怀疑，想引起我的注意。季菜完全没想到老祖宗竟然对霸王餐都不感兴趣，忍不住对老天祈祷给他一个奇迹，让他能跟老祖宗打上交道。没想到话音刚落，老天就显了灵，突然一阵大风刮起，将季菜手中的宣传页刮飞出去，恰好落在了御史台的裴肥手中。一看能免费吃饭，裴肥可是高兴坏了。他正愁着没有银子请新上任的林燕吃饭，于是便第一时间就约上了林燕去了沈家的试吃地点。这可把季菜高兴坏了，说什么也不能错过这次接近老祖宗的机会。几个人竭尽全力劝说林燕喝酒，想要把他就此灌醉来寻找回去的方法。而林燕早就对他们产生了怀疑，故意把酒一饮而尽，接着就装作喝多了的样子，趴在了桌上一动不动。就当季菜解开衣服准备搜寻礼衣时，老祖宗实在装不下去了，只好连忙用手护住自己的衣服，生怕自己被季菜占了便宜。紧接着老祖宗便开始了对他们进行了心理上的折磨，故意在他们面前摆上了一堆刑具，拿在手中把玩。没想到还没开始干啥，沈贡菜就被吓晕过去。谁知林燕下一秒就说要拿沈贡菜开刀来杀鸡儆猴，吓得沈贡菜立马不装了，赶紧起身跪在地上祈求老祖宗放他们一马。祖宗，谁是？我错了，我求你了！气得老祖宗只好把矛头转移到了季菜的身上。没想到季菜一个机灵，竟谎称自己是老祖宗的未婚妻，就连他曾是亲娘崔彻的身份也说得清清楚楚。而这些都是季菜的爷爷小时候给他讲的老祖宗的传奇故事。当年崔彻在8岁时，崔父因犯下卖官鬻爵之罪被满门抄斩，只有崔彻一人侥幸逃脱后改名更季，才勉强活了下来。然而老祖宗依然不相信季菜所言，毕竟当年与他定亲之人并不姓沈。幸好季菜机灵，立马解释他们是指腹为婚，还表示当年一定是林燕年纪太小才会记错了姓氏，并拍胸脯保证关于林燕的事绝不会向外透露任何一个字。林燕见他不像说谎，便把他手中的绳子割断，打算放他们一马。谁知季菜脸皮越发的厚了，竟提出要住进云水院的请求。老祖宗自然是选择拒绝。裴郎君，你起来为我评评理啊！你少以他始乱终弃啊，让你的小办法才当老婆呀！郎君，找死吧！你碰我嘴巴了！我们现在不仅有了夫妻之名，还有了继父之亲，你必须对我负责。你要是不让我们住进云水院，我就上大街上哭你始乱终弃。我数到3，1、2、3，大家快来评评理啊！李莎已经……我答应了。姐，你跟我去那有个洗手间。就是那茅房，我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好的茅房。你有病啊！沈公才大早上我跟你去看茅房，你肯定都没有过这种。你过来，你看看。现代人穿越到古代，竟然对古代的茅房产生了兴趣，就连沈季菜也没想到会这么干净。这手指还熏香，就是，而且你看这马桶底下，它还铺了一层层的细末，人家这细节做的，他不会见。感受一下，一块。两人没见过世面的样子，让被派来监视他们的侍卫都有点看不下去。连好马桶都没有吗？不一会，贡菜又带着女儿开始刷牙，见到还有生姜黄芪的牙粉，爸爸和女儿又开始表演起寒酸的样子。画质怎么突然变差了？原来是我会员到期了，追剧不得看超清版呀！我发现一个便宜的平台，追剧听歌1块钱就能买会员。最近我都是靠闲鱼的省钱神券，真的特别省。吃喝玩乐我先推荐闲鱼，闲鱼真的太神奇了。用这个刷牙，多吃糖也不怕了，我要刷3次。那太没出息了，至少我记得。而沈父和沈母则是为了装寒酸，已经来来回回在院子里走了3圈。而他们之所以会假装没见过世面，四处乱逛，实际上是为勘探出云水院的地形，从而找到回到现代的方法。很快，季菜就按照他们给出的线索画出了一幅完美的云水院地图。于是季菜按照穿越前曾走过的路线，再次走向了云水院的后院，打开了那扇曾经穿越的后门，可仍然没有找到回到现在的方法。但他们还是不肯放弃，尝试了一遍又一遍，一个人走一遍，2个人走一遍，3个人又走一遍，最后一家5口开始尝试，但仍然没能找到回去的办法。于是他们只好再次回去复盘，
穿越前，全家唯一待在一起的地方就是给祭拜老祖宗的祠堂。季菜认为应该从这个祠堂开始下手。然而现代的祠堂就是古代的小书房改造而成，沈父沈母早就去转悠过这个地方，可是有专人把守，想要进去十分不易。于是季菜被全家一致投票去打探小书房的秘密。殊不知早在他去之前，林燕也正为了要进入阿耶打造的书房密道而烦心。这密文是火寻国使用的数字，寻到正确的数字对应刻痕就能开锁，9个数字，8个空眼，一共是1000万种可能。然而就在林燕苦于找不到开锁技术时，季菜却在这时偷偷溜了进来，再回想起一家人曾走过的地方，瞬间就找到了小书房的密室。季菜轻而易举的就解开了西域密码锁，让在外面偷看的两人瞬间震惊不已。而季菜走进书房后，发现根本没有办法回到现代，但手里这把锁却可以确定是跟着他们一起穿越过来的，可以肯定这里就是链接过去和未来的时空隧道。然而还没等他想上太多，转头就发现自己已经暴露，吓得他只能开始胡说八道起来，说自己不小心迷路，不小心走到了书房，又不小心来到了这个房间，还不小心打开了这把锁。这锁上是火寻国的数字，寻常人根本不认识。沈娘子有这等好本事，怎会是个不省心之人？我不知道你说的火寻国数字是什么，我们以前是做生意开饭馆的，懂得不多，但是数字是最熟的。你看啊，8888888888，全是发，就是发财赚钱的好寓意。季菜几句胡言乱语再次化解了危机，而这件事也让林燕更加怀疑他们的身份。若非多方配合，当年的旧案绝无可能做得滴水不漏。崔家覆灭，与崔家有姻亲的沈家又怎得保全？难道说他们压根儿就是冒名顶替的？亦或是与我有婚约的正是他们，但他们为求庇护，投靠了什么人？与此同时，刚逃回去的季菜已经把自己被发现的事情说给了家人，但他相信林燕毕竟是个编制人员，不会直接对他们下脏手。趁着这段缓冲时间，要抓紧开会研究回去的方法。沈贡菜顿时有了馊主意，当初他们可是曾一起祭拜过老祖宗的，如果他们在这里祭拜一次真人的话，或许就能找到回去的方法。还不知道已经被算计的林燕，此时正在密室里查询着阿耶的手札，终于查到了阿耶被诬陷卖官的线索。阿耶发现有人操作兵部人调，所以才会在5月把我和阿娘送回青阳老家，以为这样就可以保全家人。谁知幕后主使把一切都栽在他头上，阿爷至死狱中，尽量催使一卒召见。宝姐新剧一开播就上演了被活埋的戏码，这都是骗人的，根本就打不晕啊！自从沈贡菜出了个祭拜祖宗的馊主意后，沈家一家人当晚就开始了行动。他们偷偷潜入李艳的房间，趁着她睡着后，给她的床头先是撒上了白色的花瓣，紧接着又在她的旁边摆上了贡品，随后便开始虔诚的祭拜起来，但仍然没有任何要穿越回去的迹象。然而就当他们疑惑问题出在哪里时，老祖宗却突然醒了过来。你们在做什么？几个人立马被扔进了柴房，直到第二天李艳才单独开始审问起季菜来。然而他那不紧不慢的态度，实在令季菜胆颤心惊。你们一家人潜入某的房间，意图谋害？没有，绝对不是。我们潜入少隐的房间，是为了给少隐祈福。季菜再次发挥编剧的能力，他谎称是自己不好意思在这里蹭吃蹭住。为感谢李艳，才会按照祖父曾告诉他们的一条法门，洗手焚香供奉祭品，挥洒花瓣，向心中万分敬仰之人3鞠躬，就能为对方祈福，所以才会以这样的方式来保佑少隐福星高照，长命百岁。沈娘子并非是与某有婚约的那个人，对吧？眼看着自己的身份暴露，吓得季菜汗流浃背，他只好使出杀手锏，开始1哭2闹3上吊的戏码。我知少隐不义，就因情帮不上你，可还是想奢求一份情谊。可是少隐却想推翻我的身份，彻底撇下责任。原是我们不配，我们会自行离开。季菜这招泪洒当场，以退为进，成功骗取李艳的信任。就这样，沈家一家很快就被放了出来。沈贡菜却把一切的责任都推给了季菜，认为要不是他非要拍什么短视频，搞什么一家人意外穿越到古代，遇到了冷酷无情的大魔王祖宗，最后在月圆之夜用一碗完美的泉水羊肉打动了他，然后再次回到了现代的脚本，大家也不会意外穿越到古代遭受这份罪。而这一提醒却让季菜恍然大悟，他们现在的经历竟是在按照自己的脚本发展，那这样的话，只要他们在月圆之夜做出泉水羊肉，就可以回到现代了。于是他们为了跟老祖宗打好关系，成功在这里住到月圆之夜，一致决定要每天为祖宗做一顿新鲜饭菜来联络感情。谁知就当季菜准备偷偷潜入厨房时，却发现了穿着夜行衣的老祖宗，他只好尴尬地跟祖宗打个招呼。你认得出我？电视剧果然撑不起我，
果然真相信戴个口罩就是伪装了。季菜只好开始彩虹屁，说李艳的身形优越，举止高雅，这才很容易认出来。然而这并没有消除李艳的怀疑。为了炸一炸季菜，他故意说沈家一家来云水院的目的自己已经知晓，还叫季菜带他去见幕后之人。谁知却被季菜误会。你也想跟我们一起回去？不行不行，这会乱套的！我带你回去。这么轻易就答应带我去见他背后的人，是怕死还是另有图谋？我有病啊！我答应带一个古人回现代，我疯了！两人的对话开始了鸡同鸭讲。李艳想知道季菜的背后之人，季菜误会成了他那些现代的破亲戚。那边的人对我到底作何打算？他们对你能有什么打算？他们看到你都得吓死了。我们家混得愈发稀巴烂，根本不受他们待见。所以那边的人是放弃你们了，那留你们还有何用？季菜这下急了，他还想知道上天为什么这么安排呢？少爷，你放心，如果我们找到了办法，一定带你回去。就这样的误会下，李艳误以为背后之人放弃了沈家，便打算将这件事遮掩，谁知跟班却误会了他的意思。昨夜未能在大理寺找到崔氏案卷宗，我今晚再去一次，你负责处理沈家人，将一切埋葬在这儿吧。于是他便硬着头皮把沈家一家迷晕，准备在后院挖上一个大坑，好埋葬沈家人。谁知这时沈季菜却突然醒了过来，发现了跟班的目的。情急之下，他只好拿起地上的砖头将跟班打晕。然而就在这时，老祖宗却再次从外面飞身而下。林燕，求见少爷，我敌人向云水院方向来了，我得要进去查看。现代人穿越到古代，开启了直播卖货，忽悠的古代的老祖宗们一个比一个上头。客人如家人，我一定要让家人们享受到最实惠的价格。只限今日，在直售摊就能享受到前3大把羊肉串，家人们是不是很心动？想入手的家人们，给我把沈家羊肉串好吃喊在公众上！沈家羊肉串好吃，沈家羊肉串好吃，沈家羊肉串好吃，沈家羊肉串好吃。因为被李艳的跟班差点活埋的沈家人，也算是因祸得了福，不仅获得了李艳的愧疚之心，还凭着一碗清扬小吃米豆腐，成功赢得了李艳的信任。然而就在他们准备大干一场，想要在古代多赚些金银带回现代时，却意外发现了自家独家秘籍的煎饼果子生意，竟被对面的酒楼抢了去。他抄了咱们的了，价格又比咱们低，那要不然咱们也降价？那云来进货肯定比咱们便宜啊，搞价格战没优势。于是季菜把云来酒肆抄袭的煎饼果子全都买了回来，打算好好尝尝味道究竟如何。谁知对方的煎饼果子竟比沈家的煎饼果子好吃100倍，就连平时对吃食毫不在意的李艳也忍不住夸赞，搞得沈家对煎饼果子生意瞬间失去了信心。然而季菜却不肯放弃，既然云来已经开始跟风，满巨象也会很快有样学样，市场很快就面临着饱和，要尽快更改赛道才是王道。于是他们不卖煎饼果子了，而是改成了古代长安没有的羊肉串，并且以现代直播的模式开始售卖，将羊肉串的价格直接打到了最低价，瞬间就吸引了一大批粉丝的疯狂争抢。沈家的生意再次恢复到顶峰时代，殊不知这一幕却惹来了不远处云来酒肆的嫉妒。看看你们这些摊子，吵得我们这些客人食不下咽，成何体统啊！搬走！云来的伙计开始了强拆，双方很快开始对峙，恰好被路过的林燕看到。希望届时小娘子在那大牢之中，也可像今日这般伶牙俐齿。聚贤向商股东竟有这等英豪，能一句话断人牢狱，哪儿来的野犬乱吠啊！我们云来在聚贤巷是太久没立威了，怎么着？什么人都敢来管我们的闲事啊？谁？何人呢？见是大名鼎鼎的京兆府尹，对方实在不敢再过造次，但却开始颠倒黑白，说是沈家的人先行辱骂他们，他们才开始反击。殊不知李艳早就看到了事情的经过。哈，我天大的误会！刚刚冯某所说都是些玩笑话，实则是冯某看沈氏一家他摆摊辛苦，所以冯某便带了些人手过来，想着他们需要帮忙啊，缺少人手，你还跪着干什么？帮忙啊！起来帮忙！谢谢少爷。化解了沈家的麻烦，李艳本打算离开，沈母为感谢女婿，特地送来了一把羊肉串，而这一幕恰好被同行的裴斐看到，得知两人是指腹为婚后，裴斐当即就开始劝说李艳：“你与之结亲会累积子孙的，指腹为婚那就是不曾纳征了，那是做不得数的。你警醒着点啊，你莫被这家人给缠上。”十二郎，他们不是那样的人，也请不要妄下定。裴斐见李艳如此维护沈家人，想必一定是他们用这些奇怪的吃食笼络了。谁知当他吃下沈家的羊肉串时，刚才的话语立马变成了奉承沈娘子的言语。真想不到啊，这个沈娘子啊，竟能做出如此的美味来。此女子真是人间少有啊，难得呀，难得。其实商贩人家也没什么的嘛。而为了让沈家的生意更胜一筹，沈家除了羊肉串，又开始推出了各种奶茶，有暴打负心汉绿饮，还有乌梅波波万事如玉圆。
再次引得一众粉丝们开始疯抢。与此同时，李艳从裴斐这边得知了长公主想要寻觅有新意的梁楚举办七夕诗会，正愁着不知怎么接近长公主来探听朝中动向的李艳，瞬间有了主意。什么？让我们承办长公主的七夕诗会？我是不小心掉下去的。怪不得，我说你怎么还能自己游回来？那我可亏大了，为了救你差点把自己小命都丢了。沈季菜怎么也没有想到，自己来河边散心，不小心掉进了河里，却被这么一个善良淳朴的姑娘相救。刚才这一个人都没有，你这样寻短见，我又不去救你，你不是真完了？下次救人前先看顾好自己吧。放心吧，我娘给我算过了，我福大命大，不会有事的。你看，我就算救人，也救了个你这样喝水的。担心季菜感冒，阿元好心将她带到住处换件干净的衣服，这才发现阿元竟是云来酒肆的人。但阿元似乎非常担心被掌柜发现，竟带着季菜钻起了狗洞。娘子，我不好从前门带人进来，这个洞很大的，我都能过来，你也可以的。换好衣服的两人互道姓名后就开始聊了起来。季菜这才知道阿元是因为欠了冯掌柜的钱，才会签下了卖身契，从良民变成了贱奴，再也回不了家了。然而季菜又何尝不是如此呢？自从穿越到古代后，尝试了各种办法都没能回去现代，或许他也有可能一辈子都要待在这个地方了。两个都回不了家的女孩子有了共同的话题，你一言我一语的聊得越发投机。季菜更是用普通杂米给阿元做了一碗香喷喷的米饭，阿元则是给这碗米饭起了个穷开心的好名字。然而就在这个幸福的时刻，冯掌柜却突然敲门。门锁这么严实，我得出去干活了，这衣服你就穿走吧，我们以后也未必会再相见了。这衣服不值钱的，不用放在心上，我先走了。回去后的季菜总是想起阿元，可奈何这里是古代，人分3、6、9等的制度，他也实在是无可奈何。然而就在这时，李艳却突然找了过来。他本意是想过来退婚，可奈何看到了季菜后，却怎么也开不了口。而季菜正愁着没有法子帮助阿元，于是便抢先开口询问有没有将贱民改回良民的办法。你方才是说有人自己签了卖身契，成了奴籍？那他是良民自卖为奴，必须要先到两京市署，经掌吏验明正身，问清父母情况，立公劝，制文牒，才算入了贱籍。只画押卖身契的话不算。季菜瞬间明白了阿元的卖身契有猫腻，于是连忙感谢完李艳后，就急匆匆地跑了出去。谁知却在云来的门口看到了阿元被打的一幕，即便是心里十分害怕，但他还是鼓足了勇气走了进去。他装作若无其事跟冯掌柜打了招呼，随后便告诉他自己是来还他家小娘子借的衣裳，接着就表示小孩子不懂事不能用棍棒教，要实在不喜欢干脆把他卖给自己。冯掌柜看出季菜与阿元关系匪浅，季菜故意说阿元的面相克夫，目的就是想让冯掌柜放人。然而冯掌柜却更加变本加厉，对阿元开始拳打脚踢。季菜知道自己无法改变什么，选择离开，可看到阿元那失望的眼神时，他还是无法独善其身，于是他便鼓足勇气拿起了一块砖头，冲到了阿元的前面为他撑腰。他是良民，他要自卖为奴，需先到两京市署，经掌吏验明正身，问清父母情况，立公劝，制文牒，才算入了贱籍。只画押卖身契不算。你在胡扯些什么？怎么你不敢承认？那就把卖身契拿到市署验验啊！冯掌柜自知理亏，也明白阿元的卖身契根本就是假的，一时间竟无法反驳，只得叫来打手逼迫。然而关键时刻，京兆府的人却及时赶来。原来季菜在临走前就提醒了李艳，他要去趟云来酒肆，如果他一直没有回来，一定要多带点人过去，以云来酒肆违规扩建的理由来个突袭检查。然而冯掌柜不仅不怕，甚至还威胁李艳。可知道我们东家背后是什么人吗？我劝少爷还是高抬贵手的比较好。你们东家背后是什么人啊？难道冯掌柜是想抬出你们东家背后的关系，好叫某徇私枉法啊？我明白了，原来这4月书方大雾，莫非你们云来酒肆也是靠这种方法将事情遮掩过去，对不对？难怪大家都不敢指认于你啊！少爷，动手！是。李艳直接冲进后院救下了季菜和阿元。可当季菜想要带着阿元时，冯掌柜却再次阻拦。李艳直接叫他拿出阿元的卖身契。是你说你好心给我买汤饼，结果那汤饼要1、2斤，我没有钱还你，你就骗了我牵着卖身契，没想到这卖身契也是假的。少爷问这话是不是有退婚的意思？太好了吧，你都不知道我等这话等了多久。少爷吞吞吐吐的，你是不是怕我不愿意啊？哎呀，你完全不用为难的，你早说就好了吗？未婚夫提起退婚，没想到未婚妻早就等着这一天，甚至高兴地叫来了一家人，还准备好了退婚文书。少爷，这件事情从一开始就是我们做错，你说我们怎么能跟少银有婚约？是，少爷，这事儿全怪我们。你说我们早应该把这个婚约给了了就好了，抱歉啊。少爷，这件事情确实是做错，还望少银在九泉之下不要见怪。我听你说什么？我们的意思是我们错了，咱们呢就赶紧把婚约这事儿忘得个一干二净。沈家一家那迫不及待退婚的模样，反而让李艳心中有些不喜。我是有多早
这般对我避之唯恐不及。不久前，季菜将阿元从冯掌柜的手中救了下来，本想给他些银两，叫他早日回家。然而阿元却表示自己已经没有家人，想要留在沈家的小饭馆里打杂。说着就开始在店里干起活来。沈母看不下去了，想要季菜留下阿元，毕竟小饭馆马上开张，店里也需要人手。然而季菜明白自己救了阿元已经得罪了冯掌柜，要是再留他在店里，恐怕会再次招来祸端。这些话被远处的阿元听到，不想再连累季菜，他留下了感谢的话语，就急匆匆地离开了店里。季菜对阿元的不辞而别十分愧疚，李艳看出了季菜的心事，贴心为他包好受伤的手。你是不是也觉得我太冷漠了？是太冷漠，才会抓着石头保护旁人，还让自己受了伤。我连自己都管不好，怎么能对别人负责？云水院很宽敞，再多几个人都住得下。要是有什么人想打上门来，我的屋啊，也庇佑得住你们。天空有了要下雨的迹象，季菜担心阿元淋雨，便和李艳一起寻找。看到阿元独自躲在小巷子里避雨，季菜心中十分抱歉，忍不住跟他说了对不起。而阿元看到季菜出来找他，瞬间感动的眼泪直流。为了欢迎阿元加入沈家小饭馆，季菜特意准备了一桌子美食，大家一起拍手欢迎阿元的加入。因为聊得太过投机，李艳竟然忘了宵禁的时间，不得已只能在沈家小饭馆将就一晚。于是他便想趁这次机会跟季菜提出退婚，然而担心季菜会为此伤心，他怎么也开不了口，总是说些有的没的来缓解尴尬。你自酒后，终身有何打算？我可没法想那么远啊。我的意思是，你的终身大事。季菜立马领会到李艳的意思，知道他是想要退婚，立马高兴的张牙舞爪，甚至叫来家人写了退婚书，就连沈父沈母也十分开心，气得李艳半夜睡不着，以为自己太过不堪，沈家人才会这么迫不及待的退婚。他忍不住想找季菜理论，却差点被睡着的季菜非礼。正当他准备偷偷溜走时，季菜却突然醒了过来。是不是要起夜啊？马桶在后院。那是后院有只猫。猫？李艳带着季菜到后院，看到了一只三花，季菜抱着它十分喜欢。李艳提议行聘猫礼，就能知道猫咪想不想留下。聘书写好了，若它吃了你准备的聘礼，就是愿意做你的猫了。看来它实在没什么不愿意。不久后，沈家小饭馆开张营业，几个暂时回不去的现代人正式开启了古代生活。本店今日推出新菜玛瑙肉。凡是今天光顾的客人呢，免费赠送一份品尝，免费赠送，好香！这玛瑙肉怎么看着像猪肉啊？猪肉，猪肉我不吃，怎么吃吧？吃肉能吃吗？这猪肉又腥又骚，怎么吃啊？现代人在古代开饭馆推出新菜红烧肉，却面临了老祖宗们不吃猪肉的难题。看来这敬沈的是急昏了头了，竟然想出这种昏招。那猪肉腥味太重，难登大雅之堂。可沈家一家却把宝压在猪肉身上，岂不是比猪还蠢？不久前，沈家小饭馆隆重开业，不仅安排美女在门口在线吃播来吸引顾客，还推出了古代没有的麻酱凉皮、超级大鸡排、肥宅快乐水以及沈师傅特制的方便面，让古代的老祖宗们吃的那是一个开心又满足。这么精彩的视频，当然要来杯饮料边喝边看。最近我发现闲鱼有很多省钱神券，奶茶咖啡9块9居然能买2杯，真的特别省。吃喝玩乐我先推荐闲鱼，闲鱼真的是太神奇了。这鸡香酥鱼口感薄脆，配上这酱料更觉香甜了。洋芋生皮也试试爽口，正好吃。吃那么多还生不出半两肉，怎么着？这家里做布料的倒舍不得多一匹布在自己身上啊。虽然生意红火，但顾客之间的矛盾也是与日俱增。这不卖家具得因为卖布的之前没给他留布料，就开始阴阳怪气了。两家一言不合就要开干。身为掌柜的季菜不仅要忙着店里店外，还要顺便帮忙劝架。你们方才坐的呢，名为椅子，可比以前坐的舒服哈。两位见多识广，一看就知道是好东西吧？我这里有图纸，若你们想做这笔生意，我可以教你，往后卖给别家只用分我2成。那就这个。但这椅子啊，上面得铺垫子。你们还得管张掌柜跟徐娘子进布料组。一听有利可图，卖家具的也不再记恨，立马给卖布的掌柜道歉，还要帮他们结算今天的饭钱。而沈公菜因为在长公主的诗会上提出男女平等、尊重女性的言论，获得了不少达官女眷们的青睐，纷纷在沈家小饭馆排起了长队，只想求沈公菜能在情感上指点1、2。最近我还想再叫，就是有些顾虑。有何顾虑？我觉得你大可再叫。妾已经叫了3回了，回回都把郎君给叫没了啊！那又怎么样？这也是你的本事。这街里街坊都说妾是不祥之人，如今周屠户求娶，妾害怕害了他。这街里街坊你又何必在意？他们是出钱养了周屠户，还是养了你呢？那倒没有。记住，一定要打开你自己。再说，这没的人又不是你，你又何必惧怕呢？大胆的去叫吧。我已经接纳他。店里忙得不可开交，
沈贡菜却在那闲得砍大山，就连侄女也看不下去，想叫爸爸过来帮忙。然而荠菜却出言阻止，毕竟这是贡菜第一次这么风光，这么受欢迎，就让他高兴2天吧。幸好有阿元的帮忙，荠菜才能有了些许时间休息。为感谢阿元，荠菜特地去集市帮他买了珠钗。两人一路走到了云来附近，起初阿元心中还有些惧怕，但有了荠菜的撑腰，便也鼓足了勇气。谁知就在这时，云来竟然摆出了跟沈家小饭馆一模一样的菜谱，并且价钱只有沈家小饭馆的一半。一时间顾客都被云来抢了去，沈家小饭馆立马没了生意，沈荠菜才不会就此被打垮，直接带着阿元买了一扇猪肉和一口大铁锅回来。想打价格战，沈家小饭馆一定不是云来的对手，但本朝之人都不喜食用猪肉，因此猪肉价格低廉，选用猪肉做菜便可以把成本压至极低。沈家小饭馆里原来的几道特色菜很容易被复制，但本朝没有驱除猪肉上腥骚气的手艺，再加上猪肉做法多种多样，这样以后就可以避免被别人再三抄袭的命运了。于是他们在第2天就推出了最具有代表性的美式红烧肉，并且路过的客人都可以免费赠送。然而老祖宗们一听是猪肉，都开始面露嫌弃，说什么也不愿意品尝。荠菜只得带着阿元和侄女亲自试吃，保证沈家小饭馆做出的红烧肉绝不会有一点腥骚气。然而一旦叫顾客们试吃时，他们都被吓得四处乱窜，于是荠菜不得不关门大吉，跟家人一起商量对策。沈郎，真没想到沈郎上台都这么英姿飒爽。是啊，沈郎才高八斗，学富五车，没想到对膳食也颇有研究。为推广沈家新菜红烧肉，沈贡菜可谓是煞费苦心，竟召集了整个长安的达官女眷过来。因为按照荠菜所言，唐代鄙夷猪肉的风气是自上而下的。贵人觉得猪是吃剩饭的，觉得廉贱，所以不肯吃，普通人便也跟着效仿。但实际上他们是不知道怎么去除猪肉的腥骚之美，才无法普及。那要打破这种观念，也应该由上而下。咱们普通老百姓都不会吃，你还有办法让上面的人吃吗？我没有办法，但哥你有啊，你不是现成的大 V 吗？于是这个改变达官贵人的口味的重任便落在了沈贡菜的肩上。起初贵女们见呈上的尽是猪肉，本不想尝试。这猪可是吃残羹冷炙而成，这猪是啥子？我不吃猪肉，我也不吃，我也不吃。沈贡菜开始用自己的3寸不烂之舌忽悠起来，任何事情都不要光听别人讲述，一定要试过才会知道其中之奥秘。各位能理解我所说的平等之论，说明大家不仅仅有美貌，还有一颗待人以诚、一视同仁、珍珠般的心。那为什么不能给猪啊？一次机会，偏见最不可取。就好比说，你看到一个人相貌丑陋，就以貌取人，妄加判断，这实在是太过草率。沈郎说的有理，正如沈郎的外表，很难想象他竟是如此才华横溢、心怀大爱之人。我愿意相信他。终于有人愿意尝试，只见贵女夹起一块红烧肉，迅速地放进了嘴里，一瞬间猪肉的香味从唇齿间蔓延开来，吃的那叫一个陶醉不已。如何？这猪肉竟如此鲜嫩多汁，果然是沈郎。你能把猪肉做出如此般的滋味啊！一听说这么好吃，大家也开始踊跃尝试，并且一发不可收拾地爱上了此种味道，也让外面围观的众人瞬间产生了好奇，纷纷争先恐后的进店品尝。紧接着沈家小饭馆立马推出了云锦腰花、幸福小炒等特色菜，让小饭馆的生意更上一层楼。沈父更是收到了聚贤第一厨的牌匾，没想到还没高兴2天，店里面成批的客人突然都开始口吐白沫，倒地抽搐。紧接着家属们就开始闹起事来，扬言一定要砸了沈家小饭馆。关键时刻，京兆尹的人及时赶到，拦住了闹事的人群。你们沈家和林少尹是表亲是吧？难怪你们这家黑店会一直开下去，这个店主一直没被下线。原来啊，是林少尹在包庇着他们呢。带头的男人开始知道舆论，将矛头引到了李艳的头上。荠菜察觉对方背后恐怕有人指使，立马与其争论。对方开始心虚辩解，不过就开始动口，一下就咬在了沈父的嘎肘窝。沈家一家开始拉架，场面顿时混乱起来。好不容易把2人分开，对方还倒打一耙，说沈家这是要杀人灭口。沈爸一听，一屁股坐在地上，叫嚷着自己浑身上下的肉都被咬烂了，搞得京兆府的人瞬间一个头2个大。不一会，对方再次叫嚣，说什么也要喊人砸了沈家小饭馆。这时李艳收到消息赶了过来，沈家与李艳的关系被曝光，李艳为避嫌下令查封了沈家小饭馆。这一举动却让沈家人产生了误会，之前这么爽快的答应退婚，原来是怕咱们连累他，想尽快的撇清关系。就连沈父也赞成沈贡菜的说法，埋怨祖宗怎么能为了自己的仕途就不管子孙后代了。还是荠菜说了句公道话，觉得祖宗帮忙是情分，不帮是本分，毕竟他也已经帮了沈家很多忙了。现在整个沈家人不也住在祖宗家里吗？我们要靠自己在长安立足，不能光指望祖坟冒青烟。只杀魂的唯唯诺诺，还真惶真恐。阴差阳错，天地分别，谁成了英雄？我和阿元在云水院演戏好几遍了，驾轻就熟。小心啊！姑姑加油！
为了查出陷害沈家小饭馆的真凶，沈继菜不惜装鬼吓唬，甚至还来了段丧尸舞，让老祖宗看的那叫一个心惊胆战。谁知刚一来人，他就一激动，不小心掉了下来，幸好被老祖宗及时相救。没事吧？多谢少爷。少爷，你刚刚是怎么飞起来的？能不能带我也飞一起啊？飞什么飞？正事儿还没办呢。得小心一点，正事还没办，别把自己给伤了。不久前，沈家小饭馆出现集体中毒事件，为避免口舌之战，李艳下令将其查封。然而沈继菜却不肯坐以待毙，决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他先是故意带着郎中在大街上叫喊着阿兄因食物中毒吐了一晚上，让大家都知道了沈贡菜同样食物中毒的事实。紧接着让阿元跟相好的几个好友解释，中毒了。你们家大郎真是吃自己家菜中毒了，真中毒，可吓人了。吃完之后又吐又拉，上吐下泻的。随后沈母又开始上演起被冤枉跳河的戏码。我们家饭馆要是有问题的话，我怎么会让我儿子吃下呢？我们家大郎都快被毒死了。你这么有心，你不用想不开，你要活得很冤呐！冤枉啊！再加上沈父在大街上进行着一人游行喊冤，瞬间就把沈家小饭馆被人陷害下毒的事情推到了舆论的最高点。京兆尹不得已派人查看沈贡菜的情况。沈继菜担心事情败露，故意叫侄女演了一场一哭二闹三上吊的戏码。我阿姨刚刚都已经被毒死了，我们好不容易把她给救活，你要让她吃疯，她就直接要自强了。这次陈瑶瑶要想死谁？侄女这么一闹，搞得官差也不敢轻举妄动，只得好言相劝。而李艳早就猜到沈贡菜是在装病，眼看着季菜对自己有误会，李艳连忙拉住他解释，其实那日是李艳故意查封了沈家小饭馆，目的就是想让背后下毒之人有所松懈。而趁着这段时间，他已经找到了下毒之人的线索。虽然知道是云来九四在背后搞鬼，但李艳还是苦于没有确切证据。沈家人这才明白自己误会了李艳，集体鞠躬给李艳道歉。随后他们开启了寻找证据的会议。沈贡菜顿时有了馊主意，他表示古人都比较迷信，不如他先诈死，然后再叫季菜扮成鬼的样子，去吓唬云来管事，再从他的口中套出线索。季菜认为非常可行，阿元也表示云来九四有很多神龛，于是几个人趁着夜黑风高，把季菜画成了一副丧尸的模样，偷偷潜入了云来九四，给了云来管事一个大大的惊喜。把云来长势吓得那是一个屁滚尿流，好不容易逃进了房间，却听到窗外无数厉鬼敲门。自己们，快死了神经病了！谁干的？那是你交代姓周同志，他们一起死！是我，不是我，都是冯掌柜指使的。第二天，管事就被送进了刑部问罪，而主犯冯丽已经畏罪潜逃，被官府通缉。沈家小饭馆最终沉冤得雪。为感谢李艳，沈家人特意准备了一桌好菜，并当面给老祖宗上起了香。为何感谢我需要上香啊？这是我们老家的习俗。少爷，你帮了这么大忙，什么感谢都受得起。饭后，在侄女的纠缠下，李艳不得不带着她来后院学习轻功。然而刚带着她飞了一圈，吓得她就哇哇大叫，哭着喊着叫祖宗放她下去，说什么也不肯再试一试。季菜很好奇轻功是什么感觉，李艳二话不说就搂着她飞到了天上，可把季菜吓得魂不守舍。看着长安如此美丽的夜景，季菜不由得感叹，再次想起了现代的生活。他告诉李艳，自己的家乡叫未来乡，是个人人平等、生活便利且没有宵禁，还有更多的自由，婚丧嫁娶皆由心意的好地方。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我再也不敢了。昨夜醉酒，使得我竟敢向普天之下最值得我敬重的人犯下最不可饶恕的重罪，我该杀该剐该下地狱。我对不起全家，对不起你，我罪该万死，罪不可赦。现代女孩穿越古代，酒醉后不小心亲了老祖宗一口，吓得连忙磕头谢罪。殊不知老祖宗却根本不记得发生了什么。是发生了什么不好的事吗？你都不记得了？这件事还要从沈家一家穿越古代过的第一个中秋节说起。每逢佳节倍思亲，李艳也是如此。看着沈家一家人阖家欢乐的样子，让她不免想起了自己已经过世的家人们。沈继菜看出了李艳的心事，跟家人一起宽慰李艳。而离开的人一定很爱你们，肯定不希望他们的离开让你们感到痛苦，而是希望你们每一天都过得幸福快乐。有了沈家人的安慰，多少都能抚慰着李艳孤独的心，让她不再像过去那样暗自神伤。沈父更是在饭桌上对沈母进行了夸夸模式，表示他和沈母从没有过分歧。之所以把季菜贡菜教育得很好，也都是沈母多年来的功劳。他可是娶了个好老婆呢。当初家里穷的时候，一个月只有2500块，沈母就能把整个家里的吃穿用度料理得清清楚楚。然而这些话听在沈母耳中却变了味。你跟我过，就是因为每个月你给我那点钱，我能给你把家里边料理得很好，是吧？不是，哎呀，你误会了。我的意思是说呀，
当年穷成那样，你阿娘都那么爱我，现在不一样了，咱有钱了呀，跟那会儿完全不一样嘛。你看你妈脑袋上戴的这鸡冠子似的。沈父有了点小成就就开始自豪起来，把沈家小饭馆的成功全都算在他自己的头上，无视了这一切都是一家人的努力，更无视了沈母的辛苦付出。为此两人开始争论不休，吵着吵着沈父也上了头，竟然同意了沈母要离婚的说法。好好的一顿中秋家宴被闹得不欢而散，沈继菜非常内疚，本来是想给李艳好好过个中秋的，没想到却让李艳看了笑话。事实上沈继菜早就知道，现在的时候爸爸赚不到钱，家里的饭馆生意面临着倒闭的风险，妈妈为此在背后承担了很多苦楚。但自从来了长安后，因为饭馆的生意变好，爸爸开始变得自大，经常会跟妈妈拌嘴，长此以往下去必然会出现问题。但沈继菜却选择了视而不见。就算我有过觉得他们不体面的恶念，那也许他们也会有过觉得被我拖累的瞬间，但这些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们是一家人，任何关头都不会丢下彼此。说完了自己的烦恼，沈继菜开始做起李艳的树洞。其实李艳心中也一直有着不可磨灭的伤痛，她的阿爷阿娘不是罪人，却遭人诬陷，而她为此改名换姓成了少颖，却苦于没有帮父母翻案的证据。她总是觉得自己没有资格享乐，也没有脸面存活于世。沈继菜非常心疼李艳的遭遇，忍不住跑过去抱住她安慰。你父母要是在世，也肯定希望看到你每个佳节，每个日子都很开心，享乐不需要资格，存世也不用脸面。两人的关系也因此更进一步，趁着夜色正浓时喝起了美酒，然而很快就醉意上头，美景加持，沈继菜很快就开始胡言乱语。现在觉得少颖好像真的像我朋友一般，但少颖对我来说应该是要供起来的，是绝对不可以泄完的。我？那线下呢？直到第二天，沈继菜一醒来，想起昨晚竟玷污了老祖宗，吓得赶紧失声尖叫，随后就马不停蹄地跑去给老祖宗磕头道歉。然而老祖宗却装作什么都不记得的样子，着实让沈继菜松了一口气，但他却因为惊吓过度发起了高烧。你病了？还真发烧了。没事，少颖，这是报应，我去给你煮仙酒汤。原来是继菜的脑补，真实的情况是这样。你病了？我报应，我活该，没事。哎，等会儿，冒犯了？不是啊，等会儿，你不是干什么？沈继菜一直高烧不退，沈家一家都着急不已前来照顾，可沈父沈母的气都还没有消，没说上两句又开始争吵。好不容易把药煎好了，继菜却怎么也不肯喝药。关键时刻，沈贡菜灵机一动，竟想起叫老祖宗为继菜喝药。继菜一看到老祖宗，立马就想起两人亲吻的事情，吓得直接抢来了药碗一口喝下。沈娘子，听闻你是林少颖的表妹，但瞧着你俩还挺般配的啊。沈继菜误会长公主爱上了老祖宗，担心长公主知道他与李艳曾有婚约会拿他开刀，连忙撇清与李艳的关系。殊不知这一幕听在李艳的耳朵里，却变成了沈继菜非常讨厌他，才会如此迫不及待地与他划清界限。我是说，少颖她当然要与出身好、读书多、长相标致的闺秀并肩，她要是找个不佳的，我都会替她介意。沈娘子觉得什么是佳，什么是不佳呢？就拿本宫来说，本宫如何？这突如其来的问题让沈继菜顿时慌了神，李艳立马站起来为他解围，并狠狠拒绝了长公主的示好。殿下是一等的佳人，自然要与出身好、读书多、长相标致的郎君并肩，在下是半点配不上的，而且在下已有倾心之人。气氛突然尴尬了起来，一时间大家都没有作声，直到长公主忍不住大笑起来，她这才明白李艳总是拒绝长公主府的邀约，原来是误会自己看上了她。你们是都以为本宫看中的是林少颖？裴郎，本宫想见的是谁？你不知道吗？谁呀？原来长公主在诗会看上的竟是坐在李艳旁边的裴斐。那天裴斐弹得一手的好琴，风流倜傥的模样瞬间吸引了长公主的注意，让她忍不住地向她的方向看去。然而这一幕却让李艳产生了误会，以为长公主看的是自己，而裴斐心中明白长公主对她的心思，但却总是避而不见。长公主只好选择曲线救国的办法，从裴斐的好友李艳身上设法邀请到裴斐，甚至为了不容李艳拒绝，故意叫来了沈继菜作陪，这才引起了这个乌龙。幸好是虚惊一场，乌龙解开后，不仅是李艳松了一口气，沈继菜更是放心了不少，因为这样他们沈家终于不会从历史上消失了。回去时，沈继菜十分开心，把李艳夸的那叫一个天花乱坠。不过他更好奇的是，让老祖宗倾心之人究竟是谁？是我编的。说话能不能不要大喘气啊，怪吓人的。殊不知老祖宗无法开口之人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。傻傻的沈继菜不仅没有发现，甚至还担心老祖宗再闹出乌龙，告诫他下次如果对方没有告诉他明确喜欢他，
就全都不作数的。殊不知这些话可是伤了李艳的心。回想起与沈继菜相处的那些瞬间与种种温馨，竟然在沈继菜的眼中都做不得数。是做不得数。沈家饭馆的生意越来越好，身为城中最大酒楼桂香酒楼的邵东家也带着朋友慕名而来，更是对季菜的点菜单产生了兴趣，忍不住想要拿过来瞧上一瞧。然而这一幕却被旁边的男人鄙夷万分。小娘子倒是轻浮，腰间的细绳也可随意交由郎君拉扯。柳三郎着实有些尴尬，连忙开始点菜，但却没看到那天在诗会上吃到的点心。季菜这才认出来，他就是曾在诗会上有过一面之缘的翩翩公子。在下柳峰，家中行三，欢往柳三便是。柳三郎，久仰。小娘子是这14的东家吗？这14是我与家人一同经营的。既有家人在，何必自己当锣卖酒？以后还能嫁出去吗？季菜不想与其争吵，只表示自己有能力有手艺，吃得起饭不着急嫁人。谁知对方却越发的过分。你这亲夫的名声是落定了，还不着急？怕是连带家人也要被议论喽。二郎，我举止得体，正当经营。若是有人觉得我轻浮，那是他心里阿杂。倒是郎君你说话无礼，教养不像出身世家，也不像读书多大能考取功名。你貌若无言，性情乖戾，这样的14某再也不会踏足。你才丑呢！等过1000年，不知道多少人觉得老娘好看。争吵声被门口的李艳看到，她本想进去询问怎么回事，却看到季菜与柳三郎亲密对话的一幕，醋意上头的她只好把食盒放在了门口，就转身离开。但为了帮季菜撑腰，她特地去找了黄二郎的伯父。被骂得狗血喷头的黄二郎第2天就备了一马车礼，当面找了沈季菜道歉。季菜特地做了几个好菜来感谢李艳的暗中相助，但又好奇昨天他明明去了小馆，为什么没有进去。李艳立马酸了，开始阴阳怪气。当时你与桂香酒楼的东家相谈甚欢，我不愿打扰。谁知季菜根本没听出其中奥秘，还激动地跟李艳夸赞起柳三郎不仅为人和善，拎得清，长得又好又有钱，让李艳听得心里一酸又一酸。你们胆子真大啊，这样跟人走，不怕被拉去嘎腰子？你想太多了吧？这古人哪知道嘎腰子这种生财之道啊？你这诸位若耽误了行程，殿下是要怪罪小人的啊！赶紧下车。赵王殿下的突然到访让李艳有些措手不及，情急之下只得将季菜藏在车里，并叮嘱他赶紧回去告诉家人回避。不成想沈家人在院里烧烤的场面被赵王撞个正着，李艳只得将2家定亲之事告知赵王。阿然从前是很亲近本王的，怎么自打进京之后，很多话也不说了。虽然写信回家，但都未曾提及过沈家人呢。担心会连累沈家，李艳故意撇清关系，然而在赵王眼中却别有深意，反而对沈家更有兴趣了。无论李艳怎么劝说，他都要与沈家人见上一见。等沈季菜着急忙慌地赶过来时，就看到了沈府正教赵王烤羊肉串的一幕。视频剪的我都饿了，点个汉堡填填肚子。最近我发现闲鱼有很多的省钱神券，汉堡炸鸡9块9就能买全套，真的特别省。吃喝玩乐我先推荐闲鱼，闲鱼真的太神奇了。问沈娘子安好？见过。本朝等级尚不森严，这位虽是圣上的弟弟，但看着与祖宗很亲，反正都拉他一起烧烤这么僭越，干脆赌一把。李叔父，望叔父如愿千秋，快意顺心。哎呦，瞧这张嘴，真会说话。安然，沈兄一家人甚是有趣，于某甚是投缘呐。沈父一听这话，立马得意忘形，竟与赵王称兄道弟起来，甚至还行起了酒令。酒意上头的他一会就开始口无遮拦，什么祖宗保安大学的就脱口而出。幸好沈贡菜机智，3言2语就给糊弄了过去。我没来得及通知他们避让，他之后会不会为难你啊？放心吧，殿下随和，也会当真觉得你们有趣。谁知沈父是越喝越大，越发的口无遮拦，现在竟谈起了官场的尔虞我诈。赵王自是希望沈父多说多错，这样他才能从这里试探出更多李艳的消息。就当沈父准备说出李艳曾违反宵禁一事时，沈季菜突然出声打断：天之呀，海之角，知交多零落。哇，今晚的气氛真的太好了，我都没忍住要唱起来了。沈母看出了女儿的意思，当即就跑过去打断了沈父。等沈父得知对方竟是皇帝的亲弟弟时，立马吓得如坐针毡。哎，你们没看出来吗？那个赵王看老爸喝多了，一直套他话呢。他是不是问你关于祖宗的事了？哎呀，我就说刚才不对劲儿吗？要不是女儿机灵给你岔开了，我看你怎么办？他是问了，但我什么也没说，我没说什么。没有女儿给你打岔，你能憋住吗？就你这张嘴，我还不了解啊？古代藩王没有召见不得入京，既然赵王偷偷摸摸的来了，那肯定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。而季菜爷爷曾提起，当初是祖宗被人所救，改了户籍才得以活命。沈季菜猜测那个拯救祖宗的贵人便是赵王殿下。人既然都来了呢，咱们只管拿他当长辈照顾好，不给少爷添麻烦就行。谁知第2天沈父邀请赵王来沈家小饭馆用餐的消息就被季菜知晓，急得季菜立马跑到厨房询问老爸怎么回事。你看你这慌慌张张的，这不是昨天晚上你说的吗？说人赵王人已经到了，咱得把人家照顾好了。我让你照顾好，没让你主动请。于是季菜只得在宫门口等候李艳下朝解释，殊不知与他同行的阿元竟被下朝的官员看中，当场就要求娶阿元。
季菜出言阻止，对方却耍起了官威，想要为难季菜。幸好李艳及时赶到。裴十八郎，某家人体面，有些话不愿直言，某代为转达。你家一妻三妾，不愿小妹下嫁，十八郎可能谅解？下嫁。李艳得知沈父邀请赵王吃饭，并没有生气，还安慰季菜别太担心，而季菜却表示给李艳添了不少麻烦，想要尽快搬离云水院。就住下去不好吗？没什么。为了赴约，李艳不得已在马车上换了日常服装，差点就被季菜看个精光。换好了。这个是看不起。已经知道了赵王的身份，沈家人便收敛了不少，但赵王却单独邀请了沈父出去透风，明显是想从中套出些什么秘密。谁知赵王却要出金万两邀请沈家一家去苏水城开店。我前子后来找了更好的男的，莫名拦着，为鼓励他迎接更好的新生活，他搬去人家大别墅住的那天，什么？还是我送他去的。兔崽子，这种话你都能说得出来？我老使你的面子，还让你给他丢！爷爷，赵世子深夜审问沈家人，却被沈贡菜带进了沟里。不是你咋想的？你娘子跟人跑了，你不把那娘们和奸夫杀了，你还说这种话，你是不是男人？是不是男人？不久前，赵王意图用沈家人制衡林燕，谎称要给沈父万两黄金去素水城开酒楼。林燕担心沈家人安危，想要深夜溜进沈季菜房间询问情况，却被告知要紧公务。这郑州来的人说是出了32口横死的惨案。为此，林燕不得不连夜赶往成州。与此同时，沈季菜也开始怀疑起赵王引他们去素水城的居心。他如果单纯是觉得我们在少尹身边拖累他了，那他给我们钱不就好了吗？他干嘛画一个素水城的饼，好像非让我们过去不可？那总不可能他要拿我们当人质吧？啊！他越想越不对劲，于是便连夜起身想找林燕问个清楚，却发现林燕的房中竟空无一人。直到第二天才听到官差说林燕去成州出差的消息。更没想到的是，就这么会功夫，沈父沈母他们竟然留下了纸条，说是去素水城考察去了，回头看好了就来接他跟阿元。沈季菜立马察觉不妙，连忙驾着马车追赶，终于在半路将赵王安排的马车拦了下来。然而无论沈季菜怎么劝说，沈父和沈贡菜都坚决要去素水城。谁知就在沈季菜准备拉着他们下车时，马车突然赶了起来，快速的向着素水城的方向驶去。然而等沈家一行人到了后，一行黑衣人早就已经等待多时，紧接着他们便被关进了地牢里。即便是这样，沈家父子还想互相推卸责任，就连泱泱都看不下去了。明明也很积极主动的想和人家走啊。就是啊，你看看，你说你们爷俩一天能不能有点正事儿？老整这些没有用的，以后要怎么办？洗心革面，重新做人。而这些也同时验证了季菜的猜想。果然，赵王是想拿他们做人质来要挟林燕。就当他们正在商量着如何脱身时，一个神秘的男人带着常用的刑具进入了大牢，吓得沈家人一个机灵全都站了起来。而男人却什么话也没有说，直接转身将手中的烙铁放进了木炭中。我们来玩个游戏怎么样？某用这个汤匙转圈，匙柄指到谁，谁就回答问题。答得好，刑具你们挑一样试；答得不好，就把这碗有毒的汤药喝下去。季菜为救家人挺身而出，然而赵世子却不按常理出牌，故意将勺子在地上旋转几圈，最终将勺子把指向了年纪最小的泱泱。显然他这是有意为之，就是想看到他们惊慌失措的样子。这次沈贡菜没有像以往一样懦弱，而是为救女儿挺身而出。要我说什么你都是问自己呀！不是你们这帮人说话怎么这么爱绕弯子呀？你不问我哪知道我说什么呀？你怎么可能不知道我要问什么？我问你的秘密。沈贡菜吓得把自己老婆跑了，他还亲自送到其他男人身边的事，一股脑的全都抖了出来。沈父气的也不管是不是被威胁，直接拉着沈贡菜就要兴师问罪，简直是丢尽了他沈家的脸。谁知赵世子也被带入了进去，恨铁不成钢的怒骂沈贡菜是不是男人。直到旁边的部下提醒赵世子才反应过来还有正事要干，立刻下令把泱泱抢了过来，威胁他们说出关于林燕的秘密。沈季菜知道对方要动真格的，主动站起来承认自己知道林燕的秘密。林燕是为了入长公主的门下，为了让长公主帮她更好的掩护身份，她才与我退的婚。沈季菜真假参半，成功骗取了赵世子的信任，暂时让沈家人脱离了危险。而另一边，林燕在到达成州时，才发现32口的命案竟是32头牛。他当即意识到这是赵王的调虎离山之计，于是便快马加鞭的回到了永安城，这才得知沈家一家人已经去了素水城。紧接着，他就快马加鞭的赶去了素水城找赵王要人。请殿下放了他们。住手！安然，既然你心意已决，本妈就不再拦你了。赵王表面上差人带林燕去找沈家人，实际上是故意找人拖延时间，好让赵世子将沈家人转移。殊不知这些小伎俩早就被林燕发现，直接拔剑威胁叫他好好带路。没想到一进牢房，沈家人早已逃了出去。少爷，未来将有个传说，只要你有主角光环，不管什么万丈深渊掉下去都不会有事的。
你自己上去以后，记得把那家伙给我打死。沈少光，抓紧我！沈继菜怎么也没有想到，自己竟会在生死攸关的时刻选择牺牲自己成全林燕。此时的他才意识到，自己早就爱上了这个温柔帅气、多次给予他帮助的老祖宗。不愧是你啊，林燕，哄得我阿爷拿你当我大兄的赝品，还骗得这小娘子心甘情愿的为你受死。那你猜猜，他死了，你有没有机会活下来？闭嘴！林燕为救沈家人与曾经的救命恩人赵王翻脸，赵王很是不满，但却念及多年的养育之恩，不舍要了林燕的命。然而赵世子却因嫉妒林燕在父亲心中的地位，打算对沈家人以及林燕赶尽杀绝。视频剪的我都饿了，点个汉堡填填肚子。最近我发现闲鱼有很多的省钱神券，汉堡炸鸡9块9就能买全套，真的特别省。吃喝玩乐我先推荐闲鱼，闲鱼真的太神奇了。而从赵王地牢逃出的沈家人，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僻静的地方休息，没想到竟在这里找到了一些辣椒的痕迹。尝尝看，如果是的话，那就能吃啊。沈公菜一听有吃的，厚着脸皮从女儿手中抢了过来，一口便全吃了进去。就是这玩意儿，真辣呀！是辣的，辣呀！辣的就说明能吃啊！那可以做辣菜了。酸辣粉、水煮鱼、麻婆豆腐、辣子鸡丁、毛血。沈家一家也是心大，在逃亡的路上竟还想着怎么发展沈家小饭馆的生意。不一会，赵世子就带人找了过来。沈继菜趁乱拉着泱泱逃走，然而赵世子却紧随其后。为保护泱泱，沈继菜故意将赵世子引开，而这边的沈家人很快就被刺客们控制。才不是很厉害吗？拿石头玩什么铁饼？不让你们怎么办？关键时刻，沈父为救沈母挺身而出，护在他的身前，生怕老婆受到一点伤害。就当刺客想要杀人灭口时，林燕及时赶到，阻止了悲剧的发生。随后几人一起去寻找泱泱和季菜，然而一听到季菜为了救泱泱引开赵世子，李燕心中十分担心，即刻就向季菜逃跑的方向赶去。而这时的季菜已经被赵世子逼进悬崖。要不是你对你的活口有用，你还有机会在这儿给我耍心眼儿。少爷，你觉得我还会再相信你第二次吗？这次可是真的。林燕见季菜有危险，当即就冲过去救人。谁知赵世子心思恶劣，竟趁李燕不注意放出暗器，季菜一个慌神，不小心掉下悬崖。林燕二话不说就跳了下去，将他拉住。少爷，你千万别松手，我还没活够呢，我还有好多东西没吃呢，我还没有把沈家小饭馆做大做强，我还说要做人人都吃得起的平民美人。我用性命保证，你绝不会有事的。然而就在这时，赵世子再次使用暗器，直接扎在了林燕的肩膀，一瞬间血液便从他的肩头流下。林燕，你不是一心想给崔家翻案吗？如今却要为了一个女人陪葬。抓紧我，别松手！季菜深知林燕背负血海深仇，他不想林燕为自己而葬身于此。身为一个现代人，他不知从哪来的勇气，竟然为了林燕选择牺牲自己。然而就在关键时刻，沈公菜一砖头砸晕了赵世子，接着就用木棍将季菜和林燕两人拉了上来。看到季菜平安无事，林燕终究是无法压抑心中的情感，将他深深地拥在了怀中。如果因为我让你还好。季菜心疼林燕的伤势，为其喝药。而当他想起在悬崖边上两人命悬一线的一幕时，顿时明白了自己对林燕的感情已经不再纯粹。惊吓之下，他不小心打翻了桌上的卷宗，却意外发现了卷宗的秘密。他的卷面很整洁，像重新誊抄的一样。卷宗特意被重新抄写，必定会有蹊跷。于是他第二天就找了曹荣商议。而在曹荣口中得知，当年案件负责的萧五郎有着随手记笔记的习惯，只要找到当时的手记，便可查明当初玉官案的真相。而不久后，李燕则是收到了赵王的信件，他将沈家被袭一事全都推到了赵世子身上，而这一举动也让李燕对他产生了怀疑。如今他把责任都推给李昂，这与当初做出赤诚一样待我一般，都不过是手腕。沈继菜的情敌登场，这位是尚书左仆射孟往的外孙女沈娘子。一听说对方姓沈，沈家人当即就把她误认成祖宗娘子。让我们共同举杯，共同祝祷列祖列宗福寿安康，保佑子孙繁荣昌盛。自从两人在悬崖生死相随后，季菜就意识到自己对老祖宗的感情不再纯粹，明知有被人伦，却在内心疯狂地爱上他。他自知无法再这样深陷下去，只得向神明祈祷赎罪，甚至想要剃度出家来逃避对林燕的爱意。殊不知这一幕却被同样来寺庙祈福的沈景文看到，劝说季菜三思，还要邀请他一起用午膳。两人一见如故。得知景文要参加明年的厨神大会，季菜更是对他另眼相看，甚至邀请他到沈家小饭馆一起用餐。殊不知沈父早已邀请了林燕来吃沈家新推出的暖锅，而没想到的是，林燕和景文竟然认识，景文竟是当朝宰相的外孙女。更令他们想不到的是，景文竟然姓沈。沈家人立马开始脑补，以为这个沈娘子就是老祖宗的娘子，开始撮合起两人的良缘，说什么也要让两人坐在一起。而他们则是再次开始对两人进行了祭祀仪式。
把林燕和景文搞得是一头的雾水。林少颖家里人还真是有趣，甚是有趣。他们俩这也太般配了吧，真可是祖宗啊！而这一幕也让季菜感受到前所未有的酸意，因为沈家小饭馆推出了便宜又好吃的暖锅季活动，桂香酒楼多年的探望锅生意被抢走。身为少东家的柳三郎很是好奇，特跑去沈家小饭馆尝上一场，果然名不虚传，令他流连忘返，忍不住夸赞季菜不仅有经商天赋，在开发新菜品上也颇有造诣。而季菜正好想与桂香酒楼谈合作，我们也想请三郎家的师傅帮忙打造平底深腹的双耳锅，还有分隔能涮煮不同菜品的锅子。平底双耳锅市面上就有，娘子可以来问，大约是有尺寸上的需求。只是沈娘子，某帮助了你，又能得到什么？柳三郎可知道，将蟹腿肉剥离压在一起，可制食材名为蟹柳；咸蛋黄可以注入油条制作作为馅料；虾肉加蛋清碾成泥呢，可制食材名为虾滑，将虾滑注入油炸面筋中，又是一道新菜。这些配方便是蟹礼。林燕借还食盒为由来见季菜，却不成想再次在沈家小馆遇到了景文。然而这一幕却被神母误会成了天定的缘分，而刚才的柳三郎根本没走，而是和季菜研制出了新品暖锅。林燕看到两人从厨房出来的一幕，心中瞬间醋意翻涌。季菜看到林燕和景文坐在一起的画面也十分的刺眼。然而为了尽快从这段感情中抽离，他故意坐在了柳三郎的桌子上，而两人有说有笑谈论合作事宜的样子，让林燕的心中十分郁闷。稍等。这里面有块羊肉，兴许是不小心混进去了。多谢，若非少颖提醒，我就破戒了。而季菜看到林燕与景文有些亲密举动时，也是心中酸的不行，开始食不下咽。柳三郎将学到的暖锅做给了祖父尝试，祖父瞬间就被沈季菜的菜品征服。再看到孙子对沈家娘子赞不绝口，便看出了孙子的心意。第二天便带着喜饼跑去沈家小饭馆提亲。某今日正是替我家三郎来向沈娘子提亲的。真有人要给阿季提亲啊？这是不是弄错了？某年事已高，我就那么一个孙子，他的人生大事，我不至于搞错吧？还真是看上他了。而另一边的林彦本打算出卖兄弟裴斐，也要从长公主那里拿到驸马爷萧五郎的手记。可在听到桂香酒楼东家在跟季菜提亲时，瞬间就不淡定了，也不管什么手记不手记了，借口公务在身，转头就跑了出去。刘峰，京城富三代，自己还有能力，这不妥妥的霸总小说标配吗？好像也很适合用来斩断我对不该有的歪心思。看到林燕着急忙慌地跑了过来，季菜明白不能再这样下去，故意拿起了桌上的喜饼，狠心斩断了两人的情谊。沈娘子，你这是答应了？我这就告诉三郎去。你真就答应了？怎么能答应阿季，你真决定嫁给他孙子啊？少云怎么走了？对呀，他到底来干啥来了？韶光，你是不是心里多少也是在意我的？我不是，我没有，一点都没有，一点都没有，我从来都没有。季菜因伦理纲常，不得不拒绝老祖宗的告白。柳三郎因祖父冒失提亲向季菜道歉，但他对季菜确实有着爱慕的心思，趁此机会想要跟季菜表白。季菜很好奇柳三郎求娶她的原因，而柳三郎给出的原因却是：沈娘子天资聪颖，经商手腕更是我平生所见之最。你我本来就要联手，若再成了婚，同盟更是会长久稳固，我们很合适。是因为合适？柳三郎的一番言辞不禁让季菜想起在现代时男友向自己求婚的场景，那时他也曾说会赚钱养家，叫季菜找份稳定的工作照顾家里。单纯的季菜相信了男友的花言巧语，可当男友飞黄腾达时，却狠心将他抛弃。我现在是有好工作的，和你不合适。因此他不再相信男人的承诺，也不想被婚姻的牢笼困住，再加上他早已心有所属，所以便斩钉截铁地拒绝了柳三郎的告白。然而正当他准备去拿提亲的喜饼时，却见刘长早就准备好了，并双手奉上。柳郎君，天色已晚，园子又大，路不好找，我送您出去。柳郎君就这么被送了出去。季菜有些尴尬，张牙舞爪的要去散步。林燕看到他手上的冻疮，瞬间心疼不已，因为就要入冬，季菜总是冷水洗碗才会生了不少的冻疮。他感叹，要是在未来乡就好了，那里有个叫洗碗机的东西，可以自行洗碗，这样冬天到了也不用碰冷水，手也不会生冻疮了。林燕并不知道季菜说的洗碗机是什么样子的，季菜干脆给他画了下来。画质怎么突然变差了？原来是我会员到期了，追剧不得看超清版呀！我发现一个便宜的平台，追剧听歌1块钱就能买会员。最近我都是靠闲鱼的省钱神券，真的特别省。吃喝玩乐我先推荐闲鱼，闲鱼真的太神奇了。以前家里没钱买不起洗碗机，然后我好不容易长大了赚钱了，我买了洗碗机，就来了永安，结果再也用不上了。我因为这个还挺难受的。那我家里人都觉得不过就是一个洗碗机罢了，怎么会不开心那么久？小时候一直想要却不可得，就会执念格外深吧。而且你这不是从来没有得到过，是拥有复又失去，当然会更难过。这些话令季菜再次忍不住的心动。林燕总是能第一时间理解他的心思，也总会在第一时间关心他的身体。
然而想起灵验是老祖宗时，季菜瞬间变得清醒起来，再次对灵验避而不及，令灵验心中十分不解。但这次灵验却不打算回避，等到他查出真相为崔家证明后，就向沈家提亲。灵验靠着出卖了裴斐，让他陪着长公主深夜长谈后，很快长公主就答应了交出驸马的手记。然而等长公主带着灵验来取时，却发现锁在盒子中的手记竟不翼而飞。长公主担心驸马从昏迷中醒了过来，当即就跑过去查看。吓死我了，本宫还以为真的醒了呢。本宫不是那个意思啊，本宫也是希望驸马能够早日康复的。灵验猜测盗取驸马手记之人定是府中人所为，建议长公主找个借口封锁院门。可长公主最近非常喜好沈家的暖锅想吃的要紧，便想请灵验身边的刘长去请季菜过来亲自下厨，正愁着没借口见心上人。长公主这一操作真是雪中送炭，令灵验十分窃喜。而季菜不仅给长公主做了好吃的暖锅，还特地做了冰糖葫芦来哄得长公主的欢心。季菜查看了被盗的木盒，发现上面确实留下了嫌疑人的指纹，于是他便利用锅中尚未冷却的糖浆，把木盒锁上的指纹转印在糖浆上。随后长公主以太子到访为由封闭了院门，以给大家带来不便开始发放了奖赏，并让每个人在奖赏名单上画了押。而盗走手记之人在公主府开放的第一时间，就快马加鞭地赶到了素水城，将手记交给赵王。然而等赵王打开一看，才发现手记早就被调包。与此同时，灵验拿到了真的手记，果然发现了萧五郎曾记录过玉官案的手记。崔宁故有二郎，原为之利变，一夕竟异其子。阿郎有行儿的朋友，阿爷的门生中确实有位行儿的，赵寻之。李艳心疼季菜，按照他上次的讲解，亲自为他做出了一个可以手拉转香的洗碗机。然而在看到灵验为做洗碗机而留下满手的伤口时，他的心中十分心疼，忍不住流下眼泪。梦境中谁徘徊在身前？心爱女人落了水，男人急得连外衣都没顾上穿就跑了过来，看到女人无恙才些许放下心来。少爷万万不可啊！沈娘子，郎君，你衣服都……此时的沈家人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。完了，沈先生，你家祖宗完了，他竟然因为担心阿纪冒成外衣就跑回来了。古人不是最注重衣冠礼节的吗？所以他这反应是针对阿纪呀，麻烦大。麻烦为什么大了？贵人啊，和你没关系啊，少人不宜。不久前季菜的冰糖葫芦出摊了，他甚至还搞了创新，做出了辣条味的冰糖葫芦。对于沈家人的别出心裁，让灵验的生活中总是充满着新鲜感。再加上沈家人对他的关怀，让从小就失去父母的他重新有了家的感觉。你和你家里人总有这样那样的词，有时候我会以为你们与我不是一朝的人，但总是更有趣，会令我想就这样一直下去，和你们，和你，永远都不要改变了。灵验的突然告白再次让季菜不知所措，想要逃避。然而他的脑海中却总是会无时无刻地浮现出灵验的样子，令他做什么都无法静下心来。等他再次出来，才发现灵验早已离开，但却在离开前帮他将冰糖葫芦归类得整整齐齐。这细致入微的小细节总是会让季菜心动不已。这时天空下起了大雪，帮泱泱找学堂的沈家人也赶了回来。这是他们第一次在永安看到雪天，忍不住堆了雪人在沈家小饭馆的门口。小朋友们也开心地打起了雪仗。看到老祖宗亲手做的洗碗机，沈贡菜都怀疑起老祖宗是不是也是穿越过来的。是我之前吐槽洗碗太辛苦，我就顺嘴说了一句我老家有个机器叫洗碗机，谁想到他就给做出来了。那祖宗对你太好了，他这是不公平啊！我扫地也挺辛苦的，也没见他给我造过扫地机器人啊！哎呦，真别致啊！外面的雪人引得几个食客的好奇，特地跑来后院请教，恰好看到了正在使用的洗碗机，忍不住赞叹沈家小饭馆不仅食物好吃，还总是会有些新鲜玩意，误以为这些东西都是沈贡菜做出来的，夸赞他条件又好且学识渊博，忍不住想要为他说媒。沈贡菜借口要以事业为重拒绝，几人又把矛头对准了季菜，想问问季菜究竟喜欢什么样的，居然会拒绝聚香楼少东家的提亲。季菜这才开始认真地思考起这个问题，然而脑海中出现的总是灵验的身影，他总是无条件地选择相信他，他总是会记住他说过的话，从而将它变成现实。他也总是在他陷入危险时不顾一切救他，直到现在季菜才深刻地意识到自己早已深深地爱上了灵验。这一认知让他的心中十分慌乱，然而就在这时，灵验却突然出现在他的眼前，令他更加无措。灵验看出他对自己有意，实在不知为何总是拒他于千里之外，而季菜不知该如何面对自己的情感，一边是自己的心意，另一边是伦理纲常。他忍不住坐在院中惆怅，殊不知自己自言自语说着喜欢老祖宗的话语被一家人全都听到，一时间无法解释且羞愧不已的他直接跳进了旁边的池塘里。而灵验得知季菜落水生了风寒后，就连外套都来不及披上，慌慌张张的就跑去季菜的房间查看。少爷，
你看你和阿季这都衣冠不整的，而且我们家阿季还是未出阁的娘子，让你就这样急匆匆的闯进来，不合适吧？就是，实在抱歉，是我冒犯了，还请各位海涵。眼看着两人的状态十分不对劲，沈家认为不能再这样发展下去，决心尽快搬离云水院，而寻找住处的这个重任便落在了沈贡菜的肩上。谁知在看到中介的那一瞬间，他立马就傻了眼，眼前之人竟然与抛弃他的前妻长得一模一样。那时的他无所事事，一心只知道玩游戏，忽略了妻子的感受，妻子才会忍无可忍地提出了离婚。这次再见到他真的很想弥补，却发现对方根本不是前妻。与此同时，沈母把他们要搬走一事告诉了林燕。林燕本想挽留，但沈母却去意已决，他忍不住想找季菜问个清楚，季菜却依然想要躲他，再次狠狠地拒绝了他。我就是烦你，不行吗？之前妄浪一举，失言之过，我向你道歉。往后我会如沈娘子所愿，与你保持距离。我不是故意的，我就是想到那种脱敏的方法。我有放不下的时候，我就勒自己一下。人都是怕疼的嘛，他要是疼了，他就不想了。我都挺疼了，我还是没骨气，一直在想。哎呀，我的傻孩子！谁说我们家阿季没有骨气了？你那么真心的喜欢一个人，多有勇气啊！季菜因忘不了林燕而痛苦万分，可更令他无奈的是，好友景文竟然也看中了林燕。我没有一个好阿爷替我张罗，只有外祖父操心我的婚事。我都这个年岁了，再不议亲也是不妥。林燕虽然岁数更大，但瞧这人品不错。他知道自己没有资格，只能选择祝福。少爷虽然老板着张脸，但他心底很好的，他以后也一定会对他妻子很好很好的。不过他心里有很多说不出的苦，你以后一定要好好对他。你这话怎么听着怪怪的，倒像是老母亲托孤。不久前，为了斩断季菜林燕的情丝，沈家一家打算从云水院搬走，怎料沈贡菜听信骗子忽悠上了当，说好的大豪宅到了一看才发现变成了危房。他之前说他家上有8只老母，下有8岁孩子，他家那口子又不管事儿，全家老小全指他一人。如果那天他不把钱拿回去，他们晚上就没饭吃，很可怜。这种现代诈骗圈鄙视链最低端的骗局也能上当你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沈父沈母吵着报官，沈贡菜心疼对方跟前妻一模一样，想要阻止，只好找来了柳三郎帮忙，才打听到杜大娘的下落。然而等他们到达杜大娘的住处时，京兆尹的人已经将宅子查封，而罪犯也已经被带到京兆府审问。沈家人这才明白沈贡菜为什么要袒护杜大娘的理由。沈贡菜再次为杜大娘求情，谁知却被告知杜大娘犯案累累，财富惊人，根本不是他口中过不下去的样子。沈贡菜这才明白自己真的上了当。杜大娘见事情败露，连忙将骗去钱财归还，跪求沈贡菜能放他一马。原谅他吧，总不能让个阿娘长得很像的人去坐牢吧。沈父沈母不想泱泱难过，放弃了对杜大娘的追责，事情很快解决。林燕本想送沈家人回去，但沈家人为避嫌选择拒绝。柳三郎主动包揽了送沈家人的责任，却被林燕威胁，那就劳烦柳郎君将他们平安送回十四。他这才意识到林燕对沈家娘子有意，而沈娘子拒绝他的理由恐怕也是因为林燕。再次被骗的沈贡菜心碎不已，将自己锁在房里，任凭家人如何劝说也不肯出来。然而泱泱上学一事迫在眉睫，听到沈父沈母为此愁眉不展时，沈贡菜决心不能再废物爸爸，死皮赖脸跑去弘文馆拜托赵老夫子收留泱泱上学。求你！哎，你怎么不说话？夫子，你要不说话，你就当你是答应了。那从今天开始，我就为你当牛做马，我就是你的牛马。夫子不同意，他就继续纠缠。刚骂了你，您别生气，我帮您擦鞋底。夫子上课时他帮夫子晒书，夫子下课时他又缠着夫子非要背他下学，就连夫子睡觉时他也提前暖好了被窝。夫子终于被烦得不行，破例答应收留了泱泱，而大家得知是沈贡菜背后帮忙，才得以让泱泱入了学。从弘文馆回去后，就忍不住跑去找沈贡菜道谢，谁知沈贡菜竟留书出走。泱泱得知爸爸离家出走，哭得不能自已，沈父只好安慰，叫他好好在弘文馆学习，到时候与爸爸在顶峰相见。只是他们不知道的是，弘文馆的赵寻之夫子正是林燕为玉官案翻案的关键线索，担心遇到危险的他不想让沈家人牵扯其中。然而泱泱却意外听到林燕流长的对话，主动要帮林燕接近赵夫子。林燕说什么也不肯答应，便把泱泱送回了沈家小馆。然而这一幕却被季菜误会，以为他是想故意利用泱泱，才会跟泱泱说些有的没的。你就是这么想我的？不是我，沈娘子，泱泱不是我的孩子，我重话说不得，轻话讲不明白，所以我才带他回来见你们。你站在我处想想，若他有此提议，我对你们隐瞒，那我又是什么人？我就是关心则乱，我怎么会以为少颖是那样的人呢？我是你都不是。你也不是那样的人，何必说这样的话？罢了，我知道你的意思。你不同我计较就好。我从来也没办法同你计较什么。他都要跟另外一个沈娘子定亲了，还提这个做甚的？在退朝的时候，孟相亲口认的，说是安然就要成为他的外孙女婿了。
其实咱俩都一样，都是与意中人有云泥之别的可怜人啊。你说什么？沈父高调送豪车，只为换沈母一笑，怎料却弄巧成拙，被沈母一顿教训。虽然沈父平时吊儿郎当，但当着这么多人被服了面子，总是心中不快，再次与沈母发生了争吵。反正你一直就是这样，一句话只要说不对，你那火腾就上来。谈恋爱的时候你脾气是这样，结婚的时候你脾气也是这样，结完婚到今天你脾气不还是这样吗？你除了打我、掐我、骂我、踹我，你还会什么？想我是个男人，我也有尊严，外边压力这么大，你就不能心疼我？你凭什么不能对我好一点？这么精彩的视频，当然要来杯饮料边喝边看。最近我发现闲鱼有很多省钱神券，奶茶咖啡9块9居然能买2杯，真的特别省。吃喝玩乐我先推荐闲鱼，闲鱼真的是太神奇了。沈父总是自以为是，觉得沈母总是骂他是嫌弃他没有能力，可现在沈家小饭馆越来越好，甚至已经开始扩建，他便觉得出手阔绰就能获得沈母的欢心。殊不知他一把年纪送个车还要上高爬低，沈母更担心的是他的安全，他只希望家人平安健康，然而沈父却总是不理解这点，从而引起一些不必要的争吵。另一边，泱泱正是入学弘文馆，然而受到过现代教育的他十分不理解夫子所讲的天圆地方的概念，于是他便在课堂上讲起了地球是个圆球的理论，引得众人惊叹。本以为夫子会对他严厉批评，谁知却担心他或从口中特意叫来荠菜提点。泱泱敢于直言是好事，但这世间因言获罪的可不占少数啊！家中大人一定要起到督导的责任，防止因言惹祸上身。虽然与夫子接触不久，但荠菜不认为夫子会是那种陷害忠良的小人。不过为了尽快帮林燕翻案，荠菜还是鼓足勇气，以感谢夫子提点的理由，邀请他去沈家小馆一同用餐。赵寻真是什么样的人？他与虎谋皮，卖友求荣，你们这是为了我引狼入室，就为了一个我？林燕有些激动，这才回过神来，担心荠菜这么做太冒险，弄不好还会祸及泱泱。可荠菜却表示人已经请了危险，也已经冒了，只有早点查清楚真相，才能尽快让大家脱离险境。当晚沈家人就开始设宴款待赵寻之，不一会就把他灌得酩酊大醉。随后林燕便趁机套话：17年前永安玉官案，有人改了考控致使案件落实，我想知道那人究竟是自己想这么做，还是受人胁迫。提起陈年旧案，赵寻之忍不住掩面哭泣。本该一生清廉的他，被人胁迫更改口供，害死了崔家一族。事到如今，他愿意作证为崔家翻案，殊不知这一切早就被赵王察觉。之后的赵寻之便失去了踪迹，而林燕这边查到的结果竟是对方已经告老还乡，没有了人证，案件再次陷入困境。多年的努力即将付之东流。荠菜担心林燕特地送饭过来，并鼓励他不要太过沮丧。那赵全之回到南明之后从未露过面，可那些族人也不知道是收了什么好处，一口咬死他，宿在祖宅之中，只是不愿意露面而已。我怀疑他会不会已经凶多吉少了呀？林燕终究是没忍住发了脾气，将桌上的卷轴一扫而空。荠菜不仅没有阻止，还学着林燕的样子把桌上的卷宗往地上一扔。紧接着泱泱也开始效仿，说什么今天也要好好解解气。林燕也不再藏着掖着，将心中的那股子不平狠狠地发泄了出来。发泄完心中的怒火，林燕的心情总算缓和了不少。荠菜安慰她总会有办法的，泱泱则是邀请她来沈家小馆一起过年。知道心上人要来过年，荠菜又开始胡思乱想，就连货单上也总会不经意间写出林燕的名字。而每当这时，他就会用手上的红绳狠狠勒上一下，试图用疼痛来让自己清醒一些，再把写着林燕名字的字条放进腌菜缸里。然而心中万分想将林燕推开，身体却很诚实，他不惜以进货的名义特地跑去青阳，甚至还不小心受了伤，只是为了让他吃上一顿家乡的纯菜饺子。他不小心亲到了心爱之人，却不敢感受甜蜜，反倒十分害怕的道歉。而男人看着心爱女人紧张的模样，再也控制不住内心的悸动。其实中秋那夜，你记得的，我也记得。他狠狠地吻向了她，而他却将她狠狠推开。为了让自己清醒，他再次用红绳狠狠地勒向自己。林燕发现了不对劲，将她的袖子撩开，才发现手腕上狰狞的红痕。荠菜想要躲避，林燕连忙拉住，却不小心撞到了货架，上面的坛子被撞倒，落下了满满当当的纸屑。直到林燕打开后，才发现上面写的全是她的名字。你是要通过这种方式继续忍耐，继续克制下去吗？你明明心里有意，为何非要这样？林燕不知道荠菜的苦衷，荠菜又何尝不想跟林燕双宿双飞？然而他们之间有着不可跨越的鸿沟。为了彻底斩断两人的情谊，荠菜把自己冒充林燕未婚妻的事情说了出来。我怕你真的就杀了我了，所以才扯了这个谎。我本来想着能骗多久是多久，但偏偏这次在青阳石安的交界处，我碰到那个与你真正有婚约的人郑娘子。一直以来我都利用了青阳乡音中沈郑发音相似这一点骗过来，
即便如此，沈家人待林燕的真心实意，他也切身体会。你明明心里没有，从来都没有。我鸠占鹊巢，无耻之至。你父母去世前望你好好照顾的未婚妻子另有其人，我对你不住，我真的对你不住。林燕没有想到沈继蔡为了拒绝他竟然如此绝情，失望透顶的他再也无法说出挽留的话语，一脚踹开了仓库的房门，头也不回的转身离开。而拒绝林燕的继蔡又何尝好受？无法改变任何事情的他只能痛哭流涕。而不久前总是孤身一人的林燕，第一次在沈家体会到了团聚的快乐，本以为能一直这样下去，殊不知大喜过后便是大悲。长公主除夕夜过来凑热闹，她跟裴斐一起看了花灯，便想趁机会过来吃个暖锅。于是刚吃完年夜饭的林燕和继蔡又陪着长公主吃起了暖锅。见林燕要喝酒，继蔡好心提醒她不能喝，要少喝一些，怎料被裴斐和长公主揭穿。那回华二郎不知怎的得罪了安然，他伯父设宴请你，说安然呀喝光了他家的艰难烧春，还面不改色。都是旧事了，不提。继蔡这才明白那次他偷亲林燕的事情，林燕根本没忘，只是不想让他尴尬才故意说了谎。得知真相的他顿时尴尬得无地自容，只好靠着酒水来麻痹自己。裴斐本想好心提醒酒性很烈，但长公主看出了两人的不对劲，立马使眼色叫裴斐不要多管闲事。你酒量可不算好。是啊，我酒量不好，不如少爷什么都记得。见两人似乎还有矛盾，长公主决定好人做到底。她谎称元宵节后要在公主府设宴，要交由沈家小馆举办。随后又以想看看食材的借口，叫继蔡引她去了仓库。等继蔡进去掌灯之际，长公主一个眼神，林燕立马会意，连忙跟着走了进去。只是没眼色的裴斐也准备进去时，被长公主一把拉了回来。随后就迫不及待地将房门紧闭，从外面锁了起来，任凭里面的人怎么叫喊，他也无动于衷。虽然林燕有1万种方法出去，但为了跟心爱之人待在一起，他还是选择沉默。见继蔡与自己在一起时十分紧张的样子，他又借口长公主生性爱闹人不好，服了他的面子，叫继蔡别太着急，先等上一会。看到盆里的纯菜，林燕随口问了一句：“沈家过年是不是也吃纯菜饺子？”我家其实不太吃。林燕这才知道继蔡是为了他专门去的青阳。继蔡不想他误会，又解释把林燕当作家人，才会想为他做些什么。不管怎么样，林燕都非常感谢继蔡。外面飘起了雪花，但长公主仍然十分八卦地趴在门口偷听，引得裴斐也有些好奇地凑近。见此情形，长公主直接一个转身贴到了裴斐的跟前，聊得裴斐心中顿时小鹿乱撞。不一会，外面的炮仗声引起了继蔡的注意，打开窗户一看，天空中的孔明灯瞬间就吸引了他的注意。他本想转头叫林燕一起欣赏，谁知却无意间亲到了林燕的嘴唇，这让林燕再也忍不住心中的爱意，狠狠地吻了上去。这才发生了刚开始的一幕。想撮合我跟林少爷，还硬是留下我们吃饭，真要命！沈少光，你走那么慢干什么？作孽！某这一生，当有此一劫。厨神大赛，孟相乱点鸳鸯谱，当时4人怨声载道。柳三郎为缓解尴尬没话找话，随口就问了句沈父伤势如何，怎料在孟相眼中却变了味。小柳三，你这般关心沈娘子，还不让你祖父早日上门提亲呢？快，谁来掌我的嘴？这老头到底怎么当上宰相的？世界真是一个巨大的草台班子。为查清继蔡冒名顶替林燕未婚妻的事，林燕刘长特地跑了趟石安县，亲眼见到了真正与他有婚约的郑娘子。怎料郑娘子不仅早已嫁为人妇，如今又身怀6甲。林燕此次前来本就打算与他商量退婚一事，如今也实属没有必要。然而他来这一趟并不是没有收获，竟然从郑娘子这里得知了继蔡为了采摘纯菜摔得浑身是伤。此时的林燕心中更是五味杂陈，明明是对方要推开他，可却总是能在不经意间撩拨着他的心弦。妾儿时在青阳定过亲，可惜那户人家出了大事，全族都没了。哎呦，妾家里怕受牵连才跑到石安，一直没敢回去。没想到去年9月还真有人去青阳亲戚家询问当年的事。妾说这些是因为2位是京兆府的，若是当年那户人家真有冤情，2位是不是也能帮上一二？没想到这次前来竟还有意外的收获。从郑娘子口中得知，去年9月赵王4子李昂曾找到他的三叔公询问过郑崔两家结亲一事，幸好当时三叔公看出了对方身份可疑，才随便糊弄了过去。从石安县回到永安后，林燕路过沈家小馆，即便心中对继蔡十分思念，但碍于上次两人的不欢而散，林燕并不打算停车。然而什么都不知道的沈父却拦住了林燕的去路，说什么也要他尝尝沈家小馆新推出的小春盘。然而继蔡实在担心这样下去会对林燕难以忘怀，为保持清醒，他再次拉紧了手腕上的红绳。这次林燕也是真的失望了，即便沈父怎么热情，他也表示拒绝。可沈父却再次将马车拦了下来，
说店里推出新菜品只是想跟家人分享，十分想要让林燕尝一尝。这时阿元已经将食盒拿出来交给了季菜，季菜就那么将食盒高高举起，等着林燕去接。林燕心中有气，本不想去接，然而当她再次看到季菜手腕上的红痕时，终究是于心不忍，将食盒接了过去。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。林燕刚回到府邸，就听闻孟相仪等候多时。原来他早就看中了林燕，想把自己的外孙女许配给她。不久后，沈景文就找了过来，本想与林燕商量两人的婚事，但看到桌上的鲁班尺刻着阿纪的名字时，他便明白了一切。难怪啊，阿翁说少尹的顾虑是奸陵之官不得与其所奸陵之女为婚，那这位沈娘子就非儿所奸陵之女了。其实我之前就想好了，求圣人一个恩典，应当不难。林少尹的心意我明白了。临走前，沈景文拜托林燕过阵子再拒绝两家的婚事，好让他趁着这些日子处理此事。林燕觉得这也没什么难的，便答应了沈景文的请求。晚上再次看到刻着季菜名字的鲁班尺时，林燕下定决心要斩断情丝，将那把充满的对季菜的爱意和思念的鲁班尺狠狠地扔在了垃圾池。与此同时，同样想斩断情谊的季菜也将手腕上那条红绳扔在了垃圾桶，因为他知道自己已经将林燕伤得体无完肤，之后的两人恐怕再无交集。怎料第二天泱泱却失去了踪迹，沈家一家匆匆忙忙地跑去京兆尹报案，这才知道泱泱为了问课业，一大早就跑来找了林燕。沈家一家人非常感谢林燕不计前嫌，还愿意帮助泱泱，但林燕却并没有原谅他们的欺骗，还故意放狠话说自己公务繁忙，不能随时应付外人，叫沈家人自行珍重。沈家人再次为欺骗他的事情道歉，并保证以后再也不会犯这样的错误。我阿爷说以后再也不会了，但他约不会再有以后了。期望少爷以后一切都好。如果方案上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，请少爷一定跟我们说，我们随时待命，随时。哎呦，不是出事了！我跟你说，真的不行啊！哎呦，我救命啊！救！沈母意外撞见沈父进了花楼，二话不说留下了休书一封，打算跟沈父来个恩断义绝。与此同时，林燕抓到了与赵王私下来往的窦十八。私自关押滥用酷刑，你就不怕你头上的官帽不保吗？你身上半点伤口也没有，谁能证明某动用私刑？在局册上，你可是个死人，谁会来追查一个死人的下落？难道是你背后的人？我明白了，你的目的是要找我背后的人。起初窦十八嘴硬不肯说出实情，扬言叫林燕随便动用刑法，怎料林燕却并没有要动私刑的意思，而是叫刘长用几颗木球涂上颜料，伪装成了带血的人头，瞬间就把那亏心事做多了的窦十八吓破了胆，把窦家一家为赵王敛财、为其私藏粮草以及管制内的盐铁的事情全都抖了出来。而窦十八的作用就是为其所输送钱货，然后再由一个接头人将各处的东西想办法往外输送。而这个神秘的接头人竟在聚贤巷有些营生。林燕担心季菜一家受到牵连，特意亲自前去告知，也想趁机见见许久未见的心上之人。季菜猜到这件事恐怕与林燕犯案有关，想要帮忙打听情况。林燕叫他别多管闲事，季菜只好作罢，但他还是担心林燕因公务繁忙不能准时吃饭，特意给他带了沈家新推出的盒饭。趁此机会，他再次提出每天由沈家人重新给林燕送饭，却被林燕狠心拒绝。沈家小馆生意越来越好，开始向外招贤纳士，但由于给出的条件太过丰厚，竟然没人敢上来应聘。这时来了一位神秘人，将张贴的告示撕下。这等不入流的14，得我于3一人。小伙子，你懂厨艺？不懂。不懂，你撕我们招聘启事干嘛？那你们还敢问我这种废话？我不懂厨艺，我来这做什么？小伙子，别光只会耍嘴皮子，有真本事吗？于三二话不说，直接去厨房做了道孔雀开屏鱼，彻底征服了阿元和沈母的味蕾，成功入职。然而再好吃的美味也让裴斐难以下咽。季菜看出她是为长公主的事烦忧，本想坐下来安慰一番，却无意间听到了林燕要与沈景文定亲一事，震惊过后便是心痛，眼泪不自觉地流了下来。另一边，自从沈母提出了离婚后，她也想开了不少，不再像以前那样歇斯底里为琐事烦忧，打算得过且过，开心一天是一天。再加上招了能干的于三回来后，她不像从前那样忙碌，也有时间逛一逛街，还豪掷千金把首饰摊上的首饰全都买了下来，紧接着就开启了买的购物模式，不一会就大包小包的拿都拿不走。爽！今天实在是太爽了。而沈父看到沈母的这个样子，心中十分不解。这老一个人出去啊，他现在又有钱了，人一有钱他就有可能变坏。我真无语，我妈抓到你去94那事儿，她都没怀疑你，你怀疑她了。这种事儿他也跟你说了。哎，说，反正我也没什么尊严。那你是没有犯原则性的错误，但你确实让我妈伤心了呀。这些年沈母的付出，季菜可都是看在眼里。为了养活贡菜和他妈妈付出的精力更多。记忆中的妈妈很爱打扮，
但因为家里情况不好，他变卖了所有的首饰，只留下了一枚金戒指和一个金镯子。可在他们穿越到古代之后，为了生存又把仅有的首饰全都卖掉了。沈父这才意识到自己的错误，不该总说沈母脾气不好之类的话，让沈母伤透了心。朝中弹劾林少英擅专越权，他被阿兄停职了。什么？季菜担心林燕情况，匆忙跑去京兆府询问情况。少英，你千万不要气馁，换个角度想，说不定也是好事儿。你有进展，他们就行动，更说明你查对了。我倒没事，只是你们与我是表亲，永安已经传遍了，我被停职，难免会连累到你们。犯案之时，你们也帮了不少，接下来一切以自保为先。不久前外出闯荡的沈贡菜失败而归，想着回永安找个工作混口饭吃，怎料被意外介绍到云来酒肆当了个洗碗工。而沈父为了让沈母看到自己已经洗心革面，不仅虚心请教新来的主厨于三学习厨艺，甚至不辞辛苦没日没夜的开始练习，只想在厨神大赛中争得冠军，好让沈母刮目相看。很快到了厨神大赛这天，沈家一家都前来观战，热爱厨艺的沈景文也前来参赛。他不小心碰掉了厨具，被作为评委的林燕接住，本是个举手之劳，但这一幕落在了孟相的眼中却甚是欣慰，满眼都是林燕即将成为外孙女婿的欣赏。而不远处的季菜同样看到了这个场景，再想起裴斐曾说两人即将定亲的消息，他的心中顿时如刀割般疼痛。而这时林燕向着季菜的方向看去，季菜不敢让林燕察觉自己的异样，假装向别处看去。厨神会很快开始由孟相出题。年少喜相逢，弱冠难为情，知命见天地，好手献蜉蝣。题目一出，大家都开始议论其中含义，根据自己的理解在一炷香内来制作美食。各个参赛者都已经想到要做的菜肴，已经开始着手选择食材，只有沈父没搞明白，只好看到别人拿什么他就拿什么。沈母看不下去了，急忙跑到沈父这边追问，然而却被官员以不可干扰厨师制菜的理由阻止。与此同时，林燕已经将谜题解开。孟老厨这道题是想让厨师将人生滋味融入佳肴之中，故弄玄虚的是你，被人都猜中了，还是你呀？老夫看中的人能有错吗？云来酒肆陆运为争夺厨神赛第一，想在大赛上做些手脚，被新招来洗碗的沈贡菜变成了他们的左膀右臂。本以为自己获得了掌柜的重任，沈贡菜扬言绝不负使命，没想到竟是让他在厨神大赛上弄坏别人的菜品。尤其是他们沈家，必须要他们丢个手，否则难消我东家心头之恨。不仅要干坏事，还是只要对着自己家干坏事。沈贡菜不敢让家人看到他的这个样子，只得把脸捂得严严实实。而另一边不知道做什么菜的沈父决定随便做上几道菜应付。沈家一家站在旁边为其加油呐喊。而这时泱泱意外发现了爸爸的身影，于是他便不顾一切跑过去与爸爸相认。许久未见到爸爸的他哭得不能自已，沈贡菜又何尝不想女儿呢？两人就这样搂在一起抱头痛哭。不一会就被沈家人看到，一起跑过去找沈贡菜算账。怎料他们的争吵声让沈父分了神，不小心被锅烫到了手腕。沈家人见状连忙跑过去关心沈父的状况，说什么也要拉着他去医馆疗伤。沈贡菜不敢过去，只得在外面观察。这一幕被评委席上的林燕看到，他本想确认是不是沈贡菜，却被季菜使眼色叫住。沈家人不想沈父带伤参赛，只希望他能平平安安。而沈父却在这时想到了要做的菜肴，说什么也要证明一次自己坚持继续比赛。很快比赛结束，评委们开始品尝参赛者的美食。沈景文做出的4道甜品，寓意着新生放榜喜结连理与谢氏，将人生百态融入其中，深得评委们的连声称赞。接下来是桂香酒楼的参赛作品，每一道菜都蕴含了春夏秋冬诗句，也让评委们刮目相看。而云来酒肆的参赛菜品则是跟云来酒肆一样，看起来昂贵又精致，让人都舍不得动筷子品尝。最后就是沈父的6道家常菜。我的儿子爱吃肉，女儿阿元爱吃我炒的菜，我最爱的老婆喜欢吃一些小海鲜，还有我的孙女泱泱喜欢吃甜品，家里还有一个特殊的亲人喜欢吃米豆腐。如果非要让我选出一道菜来代表人生，这道菜一定是我和家人们经常吃的，一家人永远在一起，吃好每一顿饭，这才是人生最重要的。这都生死关头了，你怕什么？你就像缝衣服那样缝啊！这可是京兆少爷，我下手没轻重，如果出了事，我担不起啊！林燕为查父亲遇官案被歹人刺伤，生命垂危，伤口颇深，大夫不敢下手医治。你就你了，这挺可以的。厨神大赛，沈景文喜获头筹，众望所归。沈父悟出人生道理，重获沈母芳心。而在厨神大赛短暂露面的沈贡菜，趁着夜黑风高，偷偷溜回了沈家小馆。然而，就当他们准备开始对沈贡菜兴师问罪时，林燕却突然到访。是陆云派你来的？我这么明显吗？少爷也看出来了。沈贡菜只好把自己离家出走后，以及怎么辗转去了云来酒肆的事情，一五一十的说了出来。
这段时日，沈兄在云来可有发现异常？异常？其实，在入职云来的第一天，沈贡菜就发现了其中的不同寻常。云来9·4每日的进货确实多得吓人，而且其中总有几个被钉得死死的，箱子上还有类似图腾的东西。沈贡菜照着记忆中的样子画了出来。林燕叫沈贡菜在内接应，他打算明日夜探云来，弄清箱子装的究竟是什么物品。事成之后，沈兄就从云来彻底脱身。没了这就没了，你就没其他任务交给我沈家杰郎干了？沈杰郎，此事不容小觑啊！怎料几人在房中商量对策，一事被云来派来的卧底于三偷听了去。第二天一大早，云来库房的东西就被运走。沈贡菜看出不同寻常，假装要帮忙搬货，却被陆运抓个正着，他卧底的身份被暴露，而林燕却毫不知情，按照约好的地点等候。怎料云来9·4的大门却故意敞开着，像是专门在等着林燕的到来。少爷好身手啊！陆郎君请君入瓮，总是早有准备吧？沈少杰呢？小心，一定注意啊！小心点，小心点！林燕为救沈贡菜，主动放下了手中的长剑，并答应代替沈贡菜成为俘虏。林燕挟持陆云，带着沈贡菜好不容易从云来逃了出来。等跑到了安全的地方，沈贡菜才说出陆云把带图腾的箱子转移去了别的地方。但那时沈贡菜已经发现了不对劲，而特地留了一手。他偷了厨房的香料，将其与石灰放在一起，再把它们往水中一泡，便制成了简单的自嗨锅，然后将其放入了转移的物品当中。只要过一段时间，自嗨锅就开始发热，会将香料的味道挥发到最大，到时他们就可以顺着香料的味道找到那些物品。有了沈贡菜的帮忙，林燕很快找到陆云转移货物的司库，潜入进去查看，才发现箱子里竟全是些兵器。沈贡菜立了大功，沈家人终于对他另眼相看。然而这时于三却露出了破绽。这沈小郎君一回来，你们都不睡了？季菜当即就意识到不对劲，从来没有人告诉过他沈贡菜是谁，而他却能精准的知道沈贡菜的身份。为了试探于三的身份，沈家人开始对他挑3拣4，态度大变，让于三看出了端倪。他专门研制了新甜品，想问问季菜怎么回事。毕竟他为奴多年，只有沈家人会拿他当人看，不想失去在沈家小馆的工作。他被咱们冷落，看着是真难过，心理素质这么差，怎么可能是专业的卧底？我以一个专业厨师的专业眼光来判断这个事，这小子做饭的本事啊，是练过很多年的，谁会教一个探子这手厨艺啊？经过几个人的深入研究，于三的家人应该是被威胁了，他才不得已做了卧底。晚上他们商量着给于三过生日，却被于三误会。见到于三手中拿着菜刀，季菜小心翼翼地把刀拿过去，切开了为于三准备的蛋糕，大家一起庆贺他生日快乐。然而于三却不相信他们会就此放过他，再次举刀威胁，却在走神时被沈母一把抢了过来。不管是谁骗过你，但是我们就是我们，被骗过一次就应该买单离场，而不是怀疑身边每一个遇到的人。沈家人一心为于三着想，把他当家人看待，说什么也要想办法帮他脱离奴籍。于三感动得一塌糊涂，跪地说出自己出卖沈贡菜和林燕一事，因为担心事情没有进展，阿姨阿娘会被对方杀害，才会出此下策。与此同时，赵王已经收到了林燕调查云来一事，为阻止他继续深查下去，朝中赵王一党联手弹劾林燕擅专越权。我跟我家里人都并不属于这个世的，我们来自1000年以后。你若想拒绝我，也不必罗织这荒唐的借口。林燕再次表明心意，季菜自知不能再隐瞒身份，把自己一家5口穿越过来的事实说了出来。因为云水院是你的地方，所以云水院才是我们的祖宅，所以你是我们的。不久前，朝中赵王一党联手弹劾林燕擅专越权，林燕当众被停职查办。在长公主府做客的季菜得知此事后，担心林燕的状况，第一时间等在了云水院的门口。季菜鼓励林燕不要气馁，既然赵王已经有所动作，那证明他调查的方向没有错。然而此时的林燕更担心的是沈家一家人的安危，毕竟整个永安都知道他们2家是表亲，现在他被停职，沈家难免会受到连累。接下来一切以自保为先。家人有难，怎么也不会先想到自己。季菜把于三是赵王派来的卧底一事说了出来。那晚在云来9·4，陆云能提前设下圈套，也是因为被走漏了消息。于三的阿爷阿娘被赵王扣押在枫林镇，只要想办法救出他们，于三一定会帮助他们拿到扳倒赵王的证据。交代完这些事，季菜本打算离开，但想起刚才自己提到赵王时林燕的状态十分不对，他担心林燕心中憋闷不能发泄，再次回府寻找。而林燕确实心中郁闷，当初小年纪的她与刘长逃过了被株连9族的命运，却在半路上遇到了前来杀害他们的赵王。因为正在发烧的林燕将赵王误认成自己的阿爷。阿爷不是死了吗？我是不是要轮回转生，才会有看见阿爷？令赵王想起了早夭的长子李胜，从而留下了林燕的性命。之后他不仅收林燕为义子，还为她取名林燕，字安然，并教她读书习武。再次找到林燕的季菜为她撑伞。他知道赵王对林燕来说如同再生父母，然而事实却如此残酷。
他手带我满门鲜血，还假惺惺装成是我家人。17年，整整17年，满口仁义道德，却让崔家惨遭极速惨祸。沿着他走下，还有多少无名无故的累累白骨？对于季蔡而言，林燕长得像赵王在意的儿子，却十分庆幸，才能让他在没有自保能力的时候好好活了下来。看到季蔡这么在意自己，林燕忍不住再次表明真心，要等尘埃落定之时向季蔡提亲。裴御史都说了，少爷你们不要信就行了。原来刚才孟相就向林燕抛出了橄榄枝，想让外孙女与他结秦晋之好，被林燕当场拒绝。御史台发难，晚辈自有解决之道，否则何来资格坐镇这京兆府？至于沈景文娘子，她自有一片天地。孟老应该问问，她真心想要的是什么？除了一个骗子，我没有，也不会再和旁人再定亲。得知林燕没有与沈景文定亲，季蔡心中又惊又喜，纠结万分，再次放开了林燕的手。林燕实在猜不透季蔡心中所想，但她明白，如果错失了季蔡，她的余生都不会再快乐。季蔡不得已说出了自己一家都是从1000年后穿越过来的事实，而他们之所以一开始会赖在云水院，是因为云水院是他们的祖宅，他们想通过云水院回到现代，可是过多种方法都已经失败。书房暗门那把锁你还记得吗？为什么你破解不了，我却能轻易打开？因为那把锁，它根本就来自我们的时代。林燕这才恍然大悟，当初为什么季蔡会轻易地打开那把鲁班锁，也想起沈父为什么见到他第一面就给他行叩拜之礼。再加上之后他们一家总是张口闭口都是祖宗的话语，令他不得不相信这个残酷的事实。他拿着那把从垃圾池找回来的鲁班尺不知所措，怎么也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结果。怎料刘长已经查到了赵寻之的下落，林燕顾不得伤心难过，独自前往枫林镇救人。殊不知沈公蔡想为林燕帮忙纠缠刘长，刘长不得已把林燕去了枫林镇的事情抖了出来。季蔡担心林燕有危险，竟也要跟着贡蔡一同前往。而林燕在枫林镇找到赵寻之后，本想带着他逃出去，却被赵昂抓到。都给我停手！你的剑法是阿爷亲自看着你学的，他从未这样对过我。今日我要亲手废了你，再把你带到阿爷面前，让他好好看看你这条丧家之躯。你有病啊！那么多健康的恋爱你不选，你跟我搞什么禁忌之恋是吗？我听不懂你说的这些，也不想。林燕霸道祖宗强制爱，将季蔡软禁府中。只要你狠下心用力挣脱，你明明就能走的。所以这就是你的选择。林燕，是，这是我的选择，那又怎么样呢？我们能越过道德的边界，跨过爱的禁区吗？林燕为救赵寻之身受重伤，两人一路逃到密林时，季蔡找到了他。由于伤口过深，大夫不知该如何治疗，季蔡叫他使用缝合技术，但大夫只在医书上见过此种疗法，从未实际操作过。再加上京兆少尹的身份特殊，担心发生意外会被问罪，久久不肯着手治疗。关键时刻，林燕叫季蔡来缝合伤口，紧接着季蔡把手洗得干干净净，随后就点燃了酒精，开始给缝针消毒。但因为伤口十分狰狞，让季蔡实在有些害怕。林燕轻声安慰他不要害怕，因为没有麻药，即便是非常疼痛，林燕也咬牙忍着。季蔡只得小心翼翼地缝合，生怕让林燕多受一分的痛苦。好在缝合过后不久就已经止血。林燕在鬼门关走了一遭后，终于恢复过来。看林燕没事，季蔡才放心下来，想要离开，却被林燕拉住了手腕。因为爱得太深，他不想去想什么伦理纲常，只想将心爱的女人禁锢在自己的身边。而他知道季蔡不会在自己受伤时抛弃自己，即便是耍无赖，他也想要多跟心爱之人待在一起。画质怎么突然变差了？原来是我会员到期了。追剧不得看超清版呀！我发现一个便宜的平台，追剧听歌1块钱就能买会员。最近我都是靠闲鱼的省钱神券，真的特别省。吃喝玩乐我先推荐闲鱼，闲鱼真的太神奇了。你只要不选我，你会过得很好很好，你会平步青云，你会加官进爵，以后会有一个姓沈的温柔善良的大家闺秀出现在你身边，你们会有无数的子子孙孙，也包括我。如果那不是你，我就不会选。于林燕而言，这件事是罔顾伦常，灭祖不敬。崔家满门泉下有知，恐怕也会不得安宁。他将百死不得谢罪，宗法规矩天地都无法容忍他这样的无耻之徒。可我还是不想放手。云水院被京兆府的人层层把守，就连来送饭的沈贡蔡也不得入内。恢复一些的林燕随着赵寻之回了祖宅，因为愧疚，他一直在偷偷供奉崔宁的牌位。当年背叛了林燕的阿耶后，赵寻之被迫做了赵王的走狗。身为太傅的他为赵王招揽了不少学生，兵部、户部、吏部、御史台都安插着他的人手。而赵寻之将事情的来龙去脉以及罪证全都交给了林燕，几天都没有林燕的踪影。季蔡非常担心他的身体，但听他说去祭拜阿耶，他也不好再说些什么。我还以为你开口就会问我何时才放你走，可你更在意我吗？林燕，我跟你说过我不喜欢织女的故事，她的衣服被藏起来，人就被困住了。知道季蔡生气了，林燕虽然想留他在身边，但还是选择把衣服还给他。
你这样困住我，就是在为难你自己。你原本对我只是一点点喜欢，但你把我关起来，就是逼自己不断的增加投入跟负担。你越困住我，越困住你自己。我们总能做到江湖两相望的。我做不到。沈家也在为林燕软禁季菜之事烦忧，商量着怎么去救季菜。怎料季菜在这时安然无恙的回了家。得知他和林燕并没有发生什么越矩之事，沈家人这才放下心来。与此同时，赵王看到小儿子的脸被林燕划伤，不再顾及旧情，下定决心起兵造反。等林燕拿着证据面圣时，却被一个生面孔的小官出来拒绝。就当他百思不得其解之时，裴斐突然找了过来，告诉他长公主一早就被叫到宫里过端午了。这个时辰说怪吧，也算合理；说合理吧，也有点挺奇怪。毕竟以往都是未时才入宫啊。这太子早间也要去弘文馆念办事书呢。去一趟弘文馆。去了弘文馆才知道泱泱跟着太子一同进了宫。林燕猜测宫中出事，立马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沈家人。沈家人一时间急得方阵大乱，但季菜却比较镇定，因为历史课本上并没有记载这次叛乱，爷爷讲故事的时候也没有提过，那就表明赵王并没有掀起什么波澜。而在去枫林镇之前，林燕就已经见过了圣人，提醒他小心赵王。而圣人早就知道赵王的狼子野心，想必一定会有所防。本宫乃护国福惠长公主，受命于陛下，携郑国宝玺而来，面斥赵王谋逆大罪。赵王犯上，天下理事皆可讨伐之，尔等若再行阻拦，便是同罪。赵王谋反福惠长公主，挟玉玺讨伐。怎料赵王早有预谋，利用李昂软禁太子，逼其写下弑父谋反的罪名。关键时刻，刘长带兵闯入，将太子一行人救下。与此同时，裴斐装扮成林燕的模样，引开了赵王的追兵。对方发现裴斐身份后，准备杀人灭口。幸好于三及时赶到。找死！你躲这干嘛呢？你身手这么好啊？那你不早点的，我差点死了我。别废话，快跟我走。裴斐及时与长公主会合，装作林燕的模样讨伐赵王。是，养了你17年，你居然还是这般不知好歹。恩将仇报，念在你有几分萧瑟朕的原则，朕就赐你开支。怎料转过身来，竟是裴斐穿着林燕的衣服。而此时的林燕早已悄悄潜入了赵王府，找到了赵王与窦贵妃合谋谋逆的往来书信。圣上早知赵王谋逆之心，不惜以身犯险，让赵王放松警惕，才将他一并党羽全数抓获。兵符在本宫手中，众狼教听令，今日必叫赵王伏诛。李昂带兵攻入皇城，趁乱将赵王救出。而沈家人一行人被刘长救出后，正准备逃跑，就看到赵王父子骑马过来，眼看着谋反之人就要逃跑，沈家一家人不顾自己安危，在其逃跑路上设下陷阱。走，李昂见季菜阻拦，心中恨意更深。他的脸是拜林燕所赐，今天说什么也要报复回去。关键时刻，林燕及时赶到，阻止李昂的所作所为。然而赵王为救李昂，趁林燕不备，将季菜抓走。当年我心软，留了你一命，今日我的命给你，你放他走。大爷，别动！林燕不得不放了李昂。李昂在赵王的催促下选择逃跑。一直以来，他都嫉妒赵王对林燕的感情，如今到了生死关头，他才明白赵王心中对他也是十分爱惜。怎料李昂逃跑后，赵王却选择反悔，说什么也要季菜与他同归于尽。给我一起陪葬吧！赵王最终获得应有的惩罚，林燕终究是为家族报了仇。然而在临死之前，赵王仍然对林燕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感，或许是再次想到了他早夭的儿子，亦或许是这么多年他早已把林燕当作了亲生儿子，林燕又何尝不是把他当作亲生父亲？这么多年的养育之恩，最后落得如此下场，终究让他痛苦万分。沈家拦截谋逆者有功，圣人亲赐沈家小饭馆的牌匾，长公主则是为沈家小馆打了5星好评，令沈家小馆的生意更上一层楼。然而林燕却没有那么幸运，虽然父亲一案得以沉冤昭雪，但由于他冒名他人考取功名，再次被朝中官员弹劾。林燕因欺君之罪被下狱，择日即将问斩。沈季菜得知后，第一时间前往牢中探望。季菜打算去面圣求情，实在不行，就算劫狱也要把林燕救出来。林燕叫他不要冲动，不想为此连累季菜以及他的家人。季菜再次找到长公主求情，但长公主却表示，虽然圣人不想杀林燕，但林燕京兆少尹的身份得罪了不少人，另一些人眼红才会抓住欺君罔上的罪名不放。陛下不得不依照法度办事。陛下一定会依律法行事。你要救安然，那你就要仔细想一想律法规章。季菜当即就明白了长公主的意思，向圣人求了丹书铁券。你是说你想替沈家求丹书铁券，让林燕与你成婚，庇佑林燕不死？是。于是裴斐在朝堂当众提起沈家与林燕曾有婚约一事，而林燕作为沈家女婿，也享有丹书铁券的庇佑。这是林燕收的沈家的聘财单子，他这是入赘。
自然也受丹书铁券的庇佑。这怎么可能？入赘？堂堂京兆府少爷，为何要入赘商都之家？大结局，沈继蔡火灾中推开林燕回到现代，林燕独自一人守着沈家小馆，孤独终老。为救林燕性命，继蔡不得已再次谎称与林燕有婚约在身，向圣上求得丹书铁券，成功为林燕脱罪，并恢复了京兆少尹一职。我只有这一个办法可以救你了，但假的婚约到最后也成不了真的。本以为等事情平息后，沈家一家就搬离永安，与林燕永不相见。怎料圣上却请了画师为两人入画。当沈公猜看到林燕的画像后，当即就想起这是在现代云水院祠堂挂着的那幅老祖宗画像。他们也算是见证了历史的诞生。沈家一家为让季蔡的画像画得好看些，你一言我一语的叫季蔡拍好姿势，露出牙齿。季蔡有些心不在焉，随手就摆了个剪刀手。等画师画好后，怎么看季蔡的画像都有些别扭。林燕见状，立马为他的画像中添上了几笔柳条，并为其填上颜色，正好遮住了季蔡的剪刀手。柳条加上那个模模糊糊的动作，让沈父瞬间就想起了祖宗祠堂里沈家娘子的画像。这时沈公猜的脑袋突然疼了起来，因为在抓赵王时被李昂推倒在地上到了脑袋，导致他的脑海中总是会隐约想起往事。那时因为季蔡不在家，爷爷又开始抓着他讲祖宗的故事，而他只顾着看动画片，根本没有在意。谁知在伤了脑袋的刺激下，他竟意外想起来当初爷爷说的真正祖宗竟是裴斐。我们家的祖宗其实是林少尹的那个好朋友裴斐裴御史。裴御史后来还入赘给了我们祖先娘子，但是我觉得他没有京兆少尹厉害，所以才故意这么说的。沈公蔡把这件事告诉了沈家人，沈继蔡跟林燕根本没有任何关系，两人终于可以正大光明的在一起了。于是他们便按照之前的婚约假戏真做，林燕正式迎娶了季蔡为妻。昔日好友全都过来参加婚礼，曹荣更是担任了婚礼主持的重任。尊敬的各位来宾，各位亲朋好友，今天是一个喜庆的日子，我们共同相聚在此。最近剪视频流量用的比较多，又收到了充话费提醒，刚好我在抖音商城充值中心领了4元话费券，充值到账快，操作简单。现在点商城进入充值中心，就有机会最高领取4元话费券。大家赶紧去抖音商城领取话费券吧！见证崔少尹与沈娘子永结同心，就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欢迎两位新人。在大家的见证下，林燕季蔡终于有情人终成眷属。怎料长公主想为他们增添一份乐趣，竟送给季蔡一份大礼，叫季蔡看的那是一个眼花缭乱。长公主给的。你要不要先学一学啊？不用。季蔡看似无所畏惧调戏林燕，殊不知他手上紧张的小动作出卖了他。林燕感受到季蔡的紧张，是由于我的缘故，突然就到了证婚，我们还没有好好的相处过片刻，要不今夜就先……崔少尹在找借口吗？果然，该给你点时间学习学习。自从两人成亲后，感情那是越来越好了。季蔡时不时就要去京兆府送些吃食，两人眉来眼去的一幕让单身的官差们酸得不行，有事没事都要调侃他们一番。你看看人家，吃饭吃饭。另一边，沈贡菜制作出的儿童盒饭广受欢迎，不再像之前一样无所事事，有了自己的新事业。而泱泱则是获得弘文馆的第1名，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。季蔡在生活中教了林燕不少现代的知识。乐团叫月饼，胡瓜叫黄瓜，昆仑瓜叫茄子，阿爷称爸爸，阿娘叫妈妈，你管沈兄叫哥哥。你管我叫什么？叫老婆。你说这话的时候，还真有点像我们那儿的人。又一个中秋佳节，林燕季蔡设宴招待众人，一群人把酒言欢，十分热闹。然而在这个阖家团圆的日子里，孤身一人的李胜更加孤独。为报复林燕季蔡，他趁着大家都放松警惕之时，潜入沈家小馆放火行凶。很快浓烟就吸引了众人注意，林燕为救火冲去与官差会合，沈家一家也各自分散前去救火。沈公蔡在救火途中再次被房梁砸中脑袋。大结局，林燕穿越现代与季蔡双宿双飞。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？我那天在回廊晕倒，做了一个奇怪的梦。什么奇怪的梦？我梦到了你。沈公蔡火场再次被砸中脑袋，想起沈家祖宗故事中最关键的一环，沈娘子一家都在火灾中遇难了。他这才恍然大悟，原来这就是可以让他们一家回到现代的方法。与此同时，季蔡在火场中发现了李昂的踪影，猜测泱泱和阿元已经被其俘虏。他本想跟去查探情况，却被沈贡蔡拦住，并告知他这场火灾就是他们回现代的关键。季蔡率先找到了泱泱和阿元，怎料李昂就在此埋伏，
俘虏季菜作为人质。此时的沈家人才姗姗来迟，李阳只想报复林燕，即便沈家人如何劝阻也无济于事。他将季菜带到了2楼的房间，准备与他同归于尽。若不是你和林燕，我何至于到今天这步田地？你跟赵王为谁做的不害怕刑？你阿爷还连全家开元而死，我们最该还是死老于狗。关键时刻，林燕及时赶到，与李昂开始生死搏斗。可李昂本就天资愚笨，根本不是林燕的对手，只用了几个回合，李昂就被林燕一脚踹出了窗外。然而看在赵王的养育之恩，林燕始终对李昂下不了狠手，忍不住在关键时刻拉住了李昂。林燕，你就是太重感情，你就和我一起死吧！林燕。季菜拼命拉住了林燕，然而刚才被李昂砍伤的伤口一直流血不止。他这才明白当初在素水城悬崖时，林燕为救他忍受了多大的疼痛。阿锦，阿锦。担心季菜的伤势，林燕赶紧为他包扎。然而火势已经不可控制，猛地蔓延进2楼。林燕打算带着季菜从窗户跳下去，可就在这时，季菜看到了那只指引他来到古代的神秘蝴蝶。我们一直走在既定的历史中，1000年之后我们一家依然存在，所以历史不会改变，我们不会死，而是会消失，回到现代。下面已经拉好了网，只等李燕他们跳下来逃生。然而季菜却知道他们就要告别。怎么了？我真的好喜欢你。他最后一次吻了心爱的男人，趁他没有准备之时，将他狠狠地推了出去。就这样，林燕亲眼看着心爱之人消失在自己的眼前，直到第2天火势被扑灭后，他疯了般寻找季菜的身影。然而除了林燕，大家似乎都忘记了沈家一家的存在。昨夜救你们的是沈娘子，是少尹和京兆府的诸位救了我们呀。对，在这儿开14的那一家人呢？这屋子废弃了多年，我们从没见过什么开14的呀。你不糊涂了？我跟你说过很多遍了，咱们不认识什么沈家，你救我就累了，你脑子糊涂个。担心会像其他人一样忘记一切，林燕把沈家人的名字都一一记了下来。看着自家郎君如此痴迷，刘长忍不住再次提醒他，沈家人根本不存在，叫他赶紧忘记，别再让这么折磨自己。她曾经是我的妻子，他们曾经是我的家人。为了牢牢记住沈家人，林燕开始按照自己的记忆画出了沈家小馆的样子，接着再亲自把它重新建了起来。就连当时陈列的摆设以及现代化的装修，都跟被火烧之前一模一样。他就这样每天记着一点点，直到刘长已经有了孩子。在过去了无数的春夏秋冬，如今的他早已满头白发，他依然每天靠着与季菜的回忆生活。他们相处过的时光仍然历历在目，记忆犹新。最终，他拿着那把刻有阿纪名字的鲁班尺，在生命中的最后一刻仍然思念着心中的爱人，直到最终生命的结束。彼时回到现代的季菜从昏迷中醒了过来，家人却告诉季菜他只是晕倒了片刻，似乎也忘记了林燕的存在。现代的沈家小饭馆因为季菜的短视频成了网红餐厅，每天生意忙碌火爆。或许是家人不想让季菜太过难过，才会故意把穿越古代的事情说成了一场梦，而季菜却以旁观者的视角看到了林燕孤独终老的一生。每当他想起这件事时，眼泪都不自觉地涌出来。不久后，他再次鼓足勇气踏进了云水院，看到自己与林燕的画像，忍不住发呆，却在这时听到了林燕喊他的名字。沈韶光。北京的红尘